做梦呢？难道我穿越了？大华王朝镇北侯府世子，同名同姓。刚刚踹飞我的是我爹镇北侯江景成，七境归元武道高手。这个世界竟然有武道！咱们祖上几代人，哪个不是在尸山血海里滚出来的？结果到了你这里，不想着练武立功，不想着上阵杀敌，反倒买个文明，而且你买的还是状元！你这是想光宗耀祖吗？你这是在打我的脸，在打列祖列宗的脸！大华刻苦没会师殿试，第一名就是状元。我前身是个大字不识的纨绔废物，买状元，这不是把满朝文武当傻子玩吗？难怪他动这么大火。老爷，你有什么事情冲我来？小春他还是个孩子。孩子？他这个德行，就是被你惯坏的。谁人不知我江景成最讨厌的就是文官，结果这逆子科举取士，偷摸买了个状元，你说气不气人？这让我的脸面置于何地？老爷，你太迂腐了，咱儿子这是想给你惊喜呢。哼，我迂腐还惊喜？我看你才是愚不可及。面子的事情，我可先放在一边。但谁不知道咱儿子几斤几两？等到放榜之时，但凡有一人质疑，那便是买官舞弊的铁证。这不仅是欺君罔上，更是在告诉天下人，我镇北侯府为了体面，已经不要脸到这种地步了。老爷，有这么严重吗？废话，买官本就是重罪，更何况是状元。老爷，那你倒是想想办法吧。咱们现在就这一个儿子了，他若出了事情，我就不活了，你们江家也彻底断后。只要你能够拿到状元，江家在朝中的地位就会更加稳固，你也将从人人唾弃的纨绔废物变成万人敬仰的天之骄子。拿题代考，一路几乎没有任何阻碍，这一切反倒更像是有人早就布好的局。难道是当今圣上想收江家兵权？唉，为今之计，怕是只有一个办法可行了。哦，造反吗？逆子啊，逆子啊！我江家满门忠烈，怎么出了你这么一个大逆不道的玩意儿？站那别动，我他妈砍死你！老爷，小春，你还不赶紧道歉？父亲，我说说而已，您别生气。老爷，小春道歉了，别生气了。你快说说你的办法吧。如今之计，只能让小纯暂时入赘出去。圣上一直想从我这里收回兵权，小纯又是咱们现在的独子，若是这臭小子入赘出去的话，也算是给圣上一个交代，相信圣上也不会太过为难他。入赘？家有80万大军，让我入赘出去？我知道这样做你心里也不太痛快，但事情是你做的，想活命就得承担后果。不，我同意您的办法。哼！小陈，你醒了，身上还疼不疼？还行。今天宫里传出消息，科举榜单3日后便要放榜了。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，你父亲已经去安排关于你入赘的事情了。只要赶在放榜之前把事情定下来，必然能保你平安。老爷，结果如何？别提了，我去了好几家，但结果都不太乐观。那找个普通人家呢？不行，咱们圣上本就生性多疑，若是入赘普通人家，只会让他觉得我们是在演戏。不过我回来之时听说了一个消息，今晚丞相府将举办一场诗会，届时将有不少年轻才女去参加。老爷的意思是打算让小纯去参加？不行，李丞相是老爷的政敌，一直对咱们江家意见极深。况且就咱儿子那点能力，就算是去了，怕是也闹得让人笑话。
根本不可能有姑娘看上小纯。政敌能怎样？为了儿子，放下脸面也得去。另外，你放心吧，我都安排好了。老爷这话什么意思？行了，过多的话你现在不要多问了。我托人写了几首诗，趁着白天还有时间，你将其彻底熟读。如此一来，至少不会让你太过难看。笑死我了！你笑什么？父亲，你确定这玩意儿也配叫诗？就这玩意儿真拿出去，别说入赘了，怕是人家姑娘连夜搬家。哦，那你一个大字不识的人，又能写出什么诗来？这差点忘了，前身大字不识啊。其实写诗和识字没有关系，我这方面或许真有天赋呢。呵呵，就你能把我给你的这3首诗背过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哼，夫人，你教他吧，学不会的话，饭也不许吃。侯爷，都安排好了吗？放心，侯爷，已经全部安排妥当。今晚诗会，必然万无一失。记住，这件事情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是。春风吹我读书忙，纸上文章写几行。他年若是高中日，吃肉喝酒进朝堂。这真是一首好诗啊！是啊，还真特不是一首好诗。这玩意儿拿去和小学课本跟儿童诗歌放一起，都要被秒成渣。来，小纯，你快跟着我读一遍。儿子，你今天倒是开窍了，这3首诗竟然这么快就全部背下来了。这要是背不下来，我上辈子10几年书也算白读了。事关生死，孩儿自然要认真一些。哎，你若能早些懂事，你父亲也不至于这么生气。既然已经背下来了，那咱们再熟读几遍，免得到时候你一紧张又忘了。母亲，我有点累了，想先休息一会儿。那好吧，你先好好休息。若是有什么事情，就吩咐下人。太白了，身体瘦弱，妥妥的小白脸啊！我那便宜老爹到底想干什么？为什么非要让我去参加诗会？等等，该不会是……搞不好还真有这个可能。若真是如此，那我们江家岂不是要彻底得罪丞相府？不行，今晚我必须抢在父亲之前，把这事变成另一种局面。公子，您别乱动。参见侯爷。跟我走。小纯，到了诗会上，你就给老子可劲的挑，看中了谁，先问名字，出来之后便告诉我。果然，让我进诗会根本不是比试，是去挑人，然后带来的将领直接动手绑人。这可是丞相府，真闹出这种事，江家怕是被丞相记恨到死。他妈的，你听明白了没有？听明白了。另外，你挑谁都可以，但有一个人绝对不行，李丞相的女儿李知微，她你是真配不上。李知微，国祖监第一才女，连素如的关门弟子。那万一他看上我呢？他能看上你？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。哼，你若真能让李知微看上的话，那我他妈会干死你！侯爷，丞相府到了。这危机能不能破，我的命能不能保住，就看今晚了。侯爷，今夜滚！好家伙，我这便宜老爹真是霸道，
副个诗会硬生生走出了带兵抄家的感觉。你带世子去诗会，我去和李丞相聊一聊。是，侯爷。为了保我，老爹不惜亲自上门拜访政敌，也算是豁出脸面了。这氛围感拉满了，要不是背着雷，我还真有兴致欣赏一下。两位，可有请柬？这个好不好使？这，有其父不有其兵啊，一个比一个忙。不过今夜本来就是来挑人的，低调不符合江家风格。江家吗？这年轻人，莫非就是镇北侯府那位纨绔世子江小纯？一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人，来这诗会做什么？简直笑话！我这前身名声还真够响的，不学无术，飞扬跋扈，在这些读书人眼里，怕是连进门都嫌碍眼。世子，侯爷可说了，让您可劲的挑。可劲的挑，这话从我爹嘴里说出来，怎么听怎么别扭。好家伙，我还没开始挑，先被嫌弃上了。前身留下的这口黑锅真沉。曾兄，你看那边，那不是江家那个废物世子吗？他怎么跑到这地方来了？谁知道呢？丞相大人一直对江家手握重兵不太满意，没想到这小子还敢跑到这边来，也不知该说他是胆子大还是无知呢。谁说不是呢？江家满门忠烈，昔年何等风光，可如今却只剩下这么一个独子，而且还是个废物。照我看，江家用不了多久，怕是就要彻底没落了。确实，若是这纨绔的大哥和二哥还活着的话，这江家倒是不可小觑。如今只能说可惜了。看来不欢迎他的人很多啊。哦，在这诗会上看看乐子，倒也不错。二位有何见教？这里是诗会，不欢迎闲杂人等入内，还请你赶紧离开吧，免得玷污了这高雅之地。找死！有意思，本世子倒是头一次见有人穿着书生袍，干的却是看门狗的活。你敢辱骂我等？骂，我还特么抽呢！这里是大小姐举办的诗会之地，容不得你们在此撒野，还请离开吧。这一手不简单。你们两个没听见这位老先生的话吗？还不快滚！老先生说的明明是你。非也非也，我和你们可不一样。你们是来当拦路狗的，而我是来参加诗会的。你谁不知道你江小纯就是个纨绔？就你还参加诗会，你懂诗吗？诗，你还别说，我还真懂一点。两犬征途废不休，一身书气半分羞。不曾腹有惊人句，倒学门前乱咬头。这诗用来骂他们，倒是正合适。可侯爷让人准备的3首诗里，明明没有这一首，难不成这是世子自己做的？进不敢进，退又觉得颜面丧落。有点意思啊，这真是江小纯写出来的？莫不是提前准备好的吧？可就算是提前准备，这也得对得上眼前场面才行啊。是啊，没想到这纨绔竟然还有这一手。新郎，你退下吧。
好美的妞啊，哪怕蒙着面纱，也能让人一眼定住。世子，这位便是国子监第一才女李知微小姐，侯爷专门交代让我盯着您点儿，绝对不行。也是丞相大人的千金，说是今夜您选谁都可以，但她绝对不行。这身材，这身段，如果再穿上 JK， 岂不得上天？作为一个现代人的思想，选赘婿自然要选好的呀。小姐，这便是江家那位纨绔世子，来者便是客，咱们作为主家，岂有感人之理？小姐说的是老奴唐突了。江世子，刚刚之事是老奴失礼了，还望见谅。老先生言重了，多谢李小姐解围。小姐，这位江世子倒是没有传闻中那般不堪呀。刚刚那首小诗虽然损了些，但倒也有趣的很。各位公子小姐，欢迎诸位今夜赏脸来参加我家小姐所设的诗会。今夜良辰美景、琴音、花色皆已齐备，诸位既然来了，便不妨尽兴一些。待会儿诸位可自由吟诗作对，也可品鉴琴艺，交流学问。若是谁有诗词佳作，我家小姐也会亲自点评一二。当然了，若是真有惊人之辈，说不定还能得我家小姐高看一眼呢。国子监第一才女，丞相千金，兰大叔关门弟子，若能得她青睐，足以少奋斗半辈子。你觉得微微她举办这诗会的目的是什么？微微，世子怎么敢这么称呼人家李姑娘？这也太自来熟了吧！下人愚钝，这不就是一场诗会吗？诗会，举办在丞相府里的诗会，怎么看都没这么简单。而且李知微既然是国子监第一才女，那她若只是单纯想办个诗会，完全没必要搞得如此郑重。这里边一定还有别的意思。那世子觉得这是什么意思？还有啊，世子，您能不能别这么称呼人家李姑娘，听着怪怪的。也行，那以后就不叫微微了，那就叫薇儿吧。这还不如叫微微呢。微儿这称呼简直轻易的过分，李小姐要是听到，怕是要发飙。我觉得这诗会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般简单，搞不好是冲我来的。世子，既然如此，不如由李姑娘亲自出题一番，我等也好应题而作。没错，此法甚妙。若有李姑娘亲自出题，那自然最好不过。是啊，如此一来，也可真正看出谁有才识学。不好，世子，若是现场出题的话，您背的那3首诗，怕是就不太行了。无妨。我家小姐说了，诗词一道，更可见人之心智。今夜便请诸位以风骨为意，各展所长吧，诗词皆可。冒昧问一下，若所创最佳的话，可有什么奖励？果然是个纨绔，张口便是奖励，当真市侩之极。哼，这种场合，别人想的都是如何作诗扬名，他倒好，先问起奖赏来了，俗不可厌。那不知江世子想要什么奖励呢？这倒也不求别的，若我真能拔得头筹，只求李小姐能亲自给我留下一样随身之物就好。这狗东西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这般轻佻的话！比如一幅亲笔题字，或者一页手书墨宝，如此也算让我不虚此行了。闹了半天，竟是这个意思。这江世子分明是故意让人误会的，不过这转折倒也机良有趣。若江世子真能做出今晚最佳之诗，我家小姐亲自题字一幅，倒也未尝不可。若真能得李知微亲笔题字，不仅是认可，更代表着丞相府的脸面。那便一言为定。既如此，那我先来吧。诗会上第一个出头，写得好最容易博人眼球。人活就要有骨头，
不能低头不能愁。若是遇事先退后，何谈立事称风流？不错，诗意通透，虽不算惊艳，但也算稳妥。这他妈能叫诗？风骨之意为题，确实不错。刚好在这方面，我个人也算颇有心得，所以这灵感来得也极快。轻松站在山石旁，不怕风来不怕霜，身直月轻根又稳，一看就是好模样。好，写得不错，以松立意，妙得很啊！是啊，这首比刚才那首明显更胜一筹。你，各位不好意思，我只是突然想到了好笑的事情，你们继续。傲骨生风里，江小纯，你未免太过分了吧？你简直是有辱斯文！江世子笑得如此开心，想必是有好诗吧？这样如何？我刚好也想到了一首，不如咱们比较比较。怎么怕了？这倒不至于。既如此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哼，装模作样，我倒要看看这废物能写出什么来。是啊，别待会儿连句完整的都接不上。既然是诗词，那我便先以词为作吧。意外断桥边，寂寞开无主。已是黄昏独自愁，更着风和雨。无意苦争春，一任群芳妒。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。虽然我不懂诗，但这句只有香如故，连我这粗人都觉得风骨绝顶。好词，这首词一韵到底，独特绝伦。他真的是传闻中的纨绔吗？这等绝世之作，怎么可能是一个纨绔写出来的？词的确是好词，不过，但我有些怀疑，这词真的是江世子现场所作吗？不错，谁不知道江家世子就是个纨绔废物？此等惊人诗词，哪里是他能写出来的？我家喜宴池头树，朵朵花开淡墨痕。不要人夸好颜色，只留清气满乾坤。解不解释？再来一首，这说是绝佳之作。2首，这狗东西难道抄了2首？千锤万造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等闲。粉骨碎身魂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花开不并百花丛，独立疏离去未穷。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何曾吹落北风中。短短片刻，连作4首契合题意且首首绝佳的诗词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你的诗呢？唉，无趣，无趣啊！世子，您等等！世子，您还没挑人呢。侯爷让您来，可是为了挑人的。嘘，别说话，我在等我家威尔叫我呢。啊！江世子，还请您留步。请问李姑娘还有什么事情吗？我先前答应江世子的彩头，世子可还没有拿走呢。若是不嫌弃的话，不如多留一会儿，等诗会结束，我亲笔奉上，如何？可我不学无术啊，我不适合这里。江世子，诗作惊为天人。若你都算不学无术的话，那我们这些人岂不是都要自惭形秽了？那行吧，既然李姑娘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多留一会儿。那便多谢江世子赏脸了。诸位，风骨为题就到此为止吧。既然是诗会，若只是一味作诗，未免也显得单调了些。不如接下来咱们对诗取乐如何？对诗好啊！既如此，那我便先献丑了。风摇花影碎，江世子，不知能否对得上呢？这又何难？月映柳梢斜，妙，太工整了。既然是对诗取乐，那我也出一个。近水先觉
夜色微暖，深读方能领会其意。逢君方知此意不丹。这狗东西，别人对诗取乐，你是准备对诗取人吗？能让小姐露出这般神情，这位江家世子怕是藏得深啊。李姑娘，我这边还有些事情，所以便准备先行离开了。所以，那彩头，江世子请，我家小姐说了，让奴婢先带您去书房，小姐随后便来。好，诸位，江世子的彩头，我还需亲自题写一番，各位暂且自便，我去便来。江世子，还请先在此稍后。世子，侯爷可是让您可劲挑的，结果您倒好，怎么说走就走了？万一耽误了正事，可如何是好？放心吧，本世子自有分寸。世子这次到底在打什么算盘？江世子久等了，不知江世子想要怎样的字画？我说，你来做如何？可以。传闻江世子只知吃喝玩乐，不学无术，现在看来似乎不尽其然啊。没办法，有的时候纨绔一些，反而能够保命。此话何意？我江家世代从军，满门忠烈，可到了这一代，我两位兄长皆战死沙场。旁人只说他们死得壮烈，可在我看来，未必就真有那么简单。而我之所以能活到现在，或许也正是因为我顶着这废物之名。那江世子这次为何又要展露锋芒？既然藏帛能够保命，那你今夜这一番表现，岂不是自断退路？哼，那李姑娘今夜又为何要召开这场诗会呢？我听闻有人买官，而且买的还是魁首之位，所以我便想借着这场诗会，召集京中诸多学子，将此事彻底坐实，再联名告御状。只是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没想到我这个传闻中的买官之人，还真有几分真才实学，是吧？所以江世子今日特意前来，就是为了打消我想法的？不，我今夜过来，是想和李姑娘求合作的。合作？你想合作什么？不急，先把你答应送我的东西做好再说也不迟。不知江世子想让我做什么？哦，先画一幅鸳鸯图。好。接下来我说，你写。知音一曲落花前，微雨轻摇柳外烟。聘得春风才尺素，书成明月寄君边。这诗不错，还差最后一步。什么？自然是李姑娘的印章。这画是你画的，字也是你写的，不印章怎么行？字美，画美，当然人也美。换做以前我早发作了，可现在为何觉得又恼又羞？自家世子什么时候这么会了？刚才江世子说的合作之事还没有说完呢。哦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我想入赘你们丞相府。世子，他竟会突然说出这般惊人之语。江世子，这是何意？很简单，你们丞相府需要一个机会，而我也需要一条活路。若我入赘丞相府，对你们来说至少有3大好处。哪3大好处？第一，表明立场。我江家手握北境兵权，而丞相府位列文官之首，
素来与我江家并不算亲近，甚至外界都知道李丞相对我江家一直颇有微词。可若我入赘丞相府，那就等于向满朝文武、向陛下表明了一件事：江家愿意低头，愿意主动割舍未来。从此之后，我不再是江家继承人，而是丞相府赘婿。这对陛下而言是安抚，是交代，而对丞相府而言则是立功。因为在外人眼中，是你们李家替朝廷、替陛下先一步化解了我们江家可能带来的威胁。第二，得名。今夜之事，李姑娘已经看到了。我若真是草包废物，那倒还罢了。可我既然显露出了这般才名，那再加上状元之名，这世上很多事便不一样了。倒是外界会怎么看？他们只会觉得丞相府识人如炬，李姑娘您慧眼识珠。原本人人唾弃的纨绔世子，入了丞相府之后，竟摇身一变成了真正的少年才子。届时得利的可不仅仅是我，你们丞相府的名外也会因此更上一层楼。毕竟，世人总喜欢传这种假话，尤其是才子佳人的假话。第三，长主动。李姑娘有没有想过，若你们今夜真的联名告御状，将买官之事彻底闹大，那最后会如何？事情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，轻则只是科场动荡，但重则整个朝局怕是都会震荡。而且，若背后之人还有别心思，那么李丞相贵为文官之首，你觉得能独善其身吗？可若我入赘丞相府，事情便完全不同了。我这个所谓的买官之人，若进了丞相府，就等于成了你们手里的活证据。将来是进是退，是查是押，是拿来做文章，还是用来反制别人，主动权都在你们手里。换句话说，我入赘不是给丞相府添麻烦，而是给你们送来了一张能进能退的牌。世子这番话，每一句都透着说不出的老辣。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纨绔吗？那你呢？你付出如此之多，仅仅只是为了活命？入赘对男子来说是天大的笑话，他怎能承受？活命难道还不够吗？当然，若还能顺便娶一个名满京城的第一才女，那这买卖我可就更不亏了。李姑娘，我不是在说笑，你们需要时间，我也需要时间，而咱们两家合作，便是眼下最好的破局之法。你若愿意，此事可由你先去与李丞相商议。至于成与不成，我等你的答复便是。不过，这定情的聘书，江某可就先收下了。定情聘书？李姑娘，你好好考虑一下，时间可不多了，因为3天后我便要进殿面圣。3天后放榜，若他真以状元之名进殿面圣，很多事情便再没有回旋的余地了。咱们走吧。不论是诗会上的应对，还是方才的那番话，甚至临走前借字画留下的长头诗，他绝不是传闻中的废物纨绔。他说的合作，对江家是生路，对我李家同样是机会。世子，这真能行吗？虽说属下觉得您方才说的确实有理，可问题是，李丞相和咱们侯府一向不对了啊！而且这种事情总不能只靠李小姐一个人点头吧？所以才要看他怎么选。李之微若真是个聪明人，他就该明白，眼下这局未必只是我江家的局。怎么，你不相信我？倒不是，我是担心侯爷知道您选择了李姑娘，侯爷会打死你。好一个李秉章！这次江某记住了，别给我机会。若是给我机会，看我不整死你！这老匹夫，我好声好气说儿子来见世面，他居然阴阳怪气，寂寞江家不懂分寸。真当我听不出来他在点小唇？气死老子了！这么快就出来了？上车说。选的是哪家姑娘？我觉得她就一普通姑娘。普通好，普通的话事儿没那么多。她叫什么名字？好像是叫李之微吧。啥玩意儿？李之微？怎么
诗会上还有叫这个名字的逆子！逆子啊！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了吗？今夜诗会上谁都可以选，唯独他李志威绝对不行。你是不是诚心想气死我？父亲，您先别急。别急！你知不知道，刚刚李秉章那个老东西还在我面前阴阳怪气，话里话外都在挤兑咱们侯府。结果我这边才出来，你转头就告诉我你选了他女儿。侍卫，我的刀快给我拿进来，我要砍死这傻蛋！父亲，我知道您刚刚在李丞相那边生了气，可您就不想把这个面子找回来吗？废话，老子当然想。那不就成了？这机会不是已经送到您面前了吗？若是这2天李家主动登门下聘，到时候您不就可以反过来将他一捐了，狠狠拿捏他一次？我挥个狗蛋！你知不知道你是入赘的，不是迎娶？若他上门，只会笑话于我。而且这事情传出去，老子的面子往哪搁？侍卫，快把我的刀拿过来！他妈要剁了这丢人现眼的玩意儿！父亲，普通世家根本保不住我。您有没有想过，我买官本来就设的局呢？而且设局的人是当今的位，该当如何？那位，这应该不可能。所以我必须入赘更大的门楣方可。而放眼整个朝堂，相府作为文官之首，无疑最为合适了。我这入赘之名才能立得住。哪怕真的是当今那位，他就算是想动咱们江家，怕是也要掂2下了。可李之薇那丫头是京城第一才女，人家会看上你。就算退1万步来说，那丫头自己脑子一热，真点了头，李秉章那老东西又怎么可能答应？别人不敢说，但这件事我有把握，最多2天。2天之内，李家必定登门。父亲，若是没有，也还剩下毕家1天时间。孩儿也没求过您什么，您就信我这一次，最后一次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计划？有，第1步入赘相府，第2步，我还想寻个师承。师承？龙虎宗乃有名大宗，其关系与我也不错，我给你介绍下吧。父亲，我说的是文承，不是武承。逆子啊！咱们江家世代传武，你还想拜个文师？你是不是想气死我？哼！还有，就你这吊儿郎当的样，哪个人敢收你？我觉得那位连老就不错。就你，人家连老什么地位？你别痴心妄想了。况且人家连老早就说了关门，不再招收弟子了。那我若是做到了，父亲可不许生气。好啊，我不生气。行啊，我倒是想看看，人家蓝老凭什么会看上你？江景成这个粗鄙之人，平日里张口闭口看不上读书人，结果如今倒好，竟也要把儿子送来诗会装点没面了。不过依我看，他想必知道自己儿子买官事情了吧？来我这儿套近乎求情而已。但他那个儿子名声烂成什么样，买了个状元，此事根本不是我能压下去的。知薇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诗会结束了？还没有，只是女儿有件事情想和父亲说。怎么，是不是又缺银两了？不是银子的事，是关于江庶子的事情。我想和他联姻。你说什么？我想和江世子联姻。江小纯，那个除了吃喝玩乐一无处的纨绔世子，买官的事情还没爆出来，自家女儿竟说想和他联姻，这不是往火坑里跳吗？不对，知薇自幼性情沉稳，绝不会无缘无故说出这种话。原因呢？是不是那小子威胁你了？没有，东西拿来。父亲先看看这个。好诗，好诗啊！这4首都是你做的？不是，今夜诗会我以风骨为题，此人当场连作4首。父亲觉得能做出这4首诗的人，才学与心性究竟如何？只看诗的话，此人绝非寻常读书人能比，高才藏风，且气象不凡。所作之人到底是谁？难不成是曾家那小子？乖女儿，到底是谁？是江世子。哈哈哈，这不可能！江景成那个儿子是什么货色，老夫还不清楚，何能做出此等诗文？荒唐，简直荒唐！是不是那小子不知从哪儿抄来的？这4首绝对就偏西凑能抄出来的东西。就算这诗当真是江家那小子所作，那也还不至于让你动了联姻的心思吧？这其中是不是还有别的事情？这是那小子说的，他真舍赘咱们相府？是，而且女儿觉得江世子说的有道理，不知父亲意下如何？不知父亲意下如何？江小纯那番话确实让我心中震动不小。
朝局、买官、江李两家联姻后的变化，他看得比我想象中要远。若买官之事闹大，我这个当朝丞相难逃其责；若让江小春入赘李家，我反倒能占据主动。可这毕竟是知微的终身大事，知微，这毕竟牵扯到你的终生大事。父亲多虑了。既然是合作，女儿自然不会稀里糊涂的把自己赔进去。若此事真成，女儿自会与他约法三章，哪些事能做，哪些事不能做，哪些规矩该守，哪些底线不能碰，女儿都会先说清楚。另外，此人与传闻中的确实不太一样，女儿倒也觉得他有些意思。我不是倾心，只是好奇，一个早被世人下了定论的人，忽然露出另一面，这感觉确实很奇怪。坏了，我太了解知微了。若只是为了家族合作，他绝不会露出这样的神情。不过父亲这边怕是要为难一些了，毕竟您和江侯爷那边矛盾颇深。若此事真要成，总归是要有人先低头登门。而江世子这边是入赘，说明主动的人应该是你。刚刚我还拿江景城父子当笑谈，江景城来见我时，我也字字代词。现在若让我亲自登门去找他谈联姻，这脸确实难放。这个倒确实有些麻烦。可若江家的局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我就不能只顾一时义气。唉，我考虑考虑吧。那女儿先行告辞。小姐，您真打算嫁给那个纨绔啊？你说错了，不是我嫁给他，是我娶她。世子大人，来的倒挺早。世子吩咐，属下怎敢耽搁？对了，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？属下张新年。张新年，名字不错。走，陪本世子出趟门。是。眼下正是最紧要的时候，3日之期只剩最后2天，今日不在府中待着，竟还要往外跑。少爷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？去见一个人啊。不知世子要见的是？哦，李知微的老师，曾经的太傅蓝老先生。蓝老先生，我还以为世子这一大清早出门，多半又是去见什么狐朋狗友，可这次他嘴里蹦出来的偏偏是令老先生。令老先生曾经当过太傅，如今虽不问朝事，名望却半点不减。世子，这不妥吧？有何不妥？蓝老先生何等身份，平日里便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。更何况，咱们5人也不适合进入这等文墨之地。本世子可没有习武，所以本世子可不是武人。您的确不是武人，但您也不是文人啊。哦，那你觉得我是什么人？没事，你说吧，我绝对不生气。那我可会说了。说世子您是浪人的话，好听了点。可说世子您是废人，又有点过分。所以，依我看，世子您应该是个又浪又废之人。好，那今天本世子就让你看看，我这又浪又废的人是如何进去的。世子这一趟去见林老先生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难不成是担心和李家的婚事还不够稳妥，想借林老先生这层关系再推一把？不对，以林老先生的身份，岂会掺和这种事情？世子，咱们到了。好字。这位公子，还请致步。不知二位可有请柬？这若是没有，也可留下姓名，
小的替您代为通传。镇北侯府，江小纯。见过顾先生，顾先生您怎么来了？顾先生，听着生，不过看着书童的态度，这位顾老先生应当不简单。走。哎，公子，不请自来已经冒昧，连通传都没通传，借着人家分神的功夫直接往里闯，这真合适吗？罢了，若真出了事儿，这锅我来背。咦，那江家世子呢？这仙雪是走了吧？也对，不是，刚刚还一副要直闯进去的架势，怎么反倒躲起来了？世子这又在打什么主意？来了，世子竟是在等他们。顾老先生，你是？哦，在下江小纯，出身镇北侯府，早便听闻顾老先生大名，只是一直无缘得见，今日一见，方知盛名之下果然无虚事。尤其先生这气度风骨，着实令人心折。你是镇北侯江景成的儿子？镇北侯府满门忠烈，这些年来为大华守边拒敌，朝野上下谁不敬重三分？只是老夫近来听说，镇北侯府的小少子，平日里似乎颇为意气风发，嚣张跋扈，肆意张扬，说的莫不就是你吧？顾老先生果然聪明，此人说的确实是我。不过世人毁誉，常失其真，耳闻百遍，不如当面一观。就拿晚辈来说，今天得以一见，方知老先生并非只是清明在外，单是这份气度与风仪，便让人折服啊。你倒是有些意思。对了，若晚辈没猜错的话，顾老先生今日前来兰府，应当不是偶然吧？哦，何以见得？若只是寻常拜会，自不必来得如此匆忙。刚刚连府书童见了先生，神色意外与欣雪，说明先生此来多半是临时受邀。晚辈斗胆猜测，林老先生请您前来，怕是为了什么值得一观的东西吧？好眼力，也好心思。你说的不错，昨夜老夫收到蓝老飞鸽传书，说是有4首名出世，邀我前来一观。4首名作？等等，该不会刚好就是我昨夜在诗会写的4首吧？连老向来眼高于顶，能让他连夜传书，特意将老夫请来，这样的事情可不多见。怎么，瞧你这神情，莫非你也听说了那4首诗？这略有耳闻。若真是略有耳闻，那待会儿你倒也可以跟着开开眼界。毕竟能被蓝老称作名作的东西，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见到的。跟着开眼界，若真是我的诗，那这眼界开的可就有意思了。既如此，那晚辈今日倒真是来得巧了。顾先生，我家老师说了，若您到了，直接带您前往西厢。好说，你也一块来吧。竟然被顾老先生顺手带进去了，那眼力劲儿、观察力、口才，这还是我认识的纨绔世子？顾老来了，顾老来了，学生见过顾老。顾先生，这位顾老到底什么来历？闹半天，世子压根儿不认识对方，属下也不太清楚。主人蓝老还没出来，今天这趟无论如何得把拜师的门撬开，这是祝石状元的后路。顾老，你身后这位，莫非是您新收的学生？之前怎么从未见过？
我见过他，他是镇北侯府的小世子，也是咱们京城最有名的纨绔。哦，这位仁兄见过我？哼，像世子这般人物，京中谁不认识？也是，本世子平日里不是在赌坊，便是在勾栏之地听曲。呵呵，就是不知你是在哪儿见到的我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春月楼，本世子好像在春月楼见过你，当时的你坐的还挺靠前，看姑娘那叫一个认真。混账！我怎么可能去那等安撒之地？安撒，春月楼里有曲有乐，有酒也有肉，灯红照夜客，闲馆入高楼。若将人心洗，何处不风流？你认为的安扎，在我看来，未必就不是人间好去处。妙啊，此诗不错。蓝老，见过连老先生，见过连老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连老，晚辈江小纯，出身镇北侯府。哦，你就是江小纯呐。倒是没想到，江景城那样一个只知舞刀弄枪的武夫，竟也能生出你这么一个儿子来，不错，很不错。连老先生谬赞了。当今八王爷的次子萧清修，皇亲国戚，身份确实不低。哼，瞧不上我，我还未必看得上他这副端着的样子。世子，这位小王爷似乎对您有些敌意啊。敌意？没错，属下常年在军中，别的未必看得准，可这种眼神却见得不少。刚刚他看您的时候，明显透着几分不喜，给我的感觉像是早就对您有些看法一般。正常，本世子这名声，放眼京城，谁见不得先皱一皱眉？话是这么说没错，可这位小王爷看世子的眼神，好像不只是单纯看不上。若只是因为我这纨绔名声，倒不足为奇；可若不只是如此，是因为李知微，还是因为别的？知微，将那4首诗词作品拿出来给大家一观吧。这4首作品，老夫昨夜反复看了数遍，越看越觉得惊艳。若只论风骨2字，不论是其中的诗还是词，都不输当世名篇。各位，不好意思，我嗓子突然不太舒服，还请见谅，还请见谅。没跑了，林凤少口中的4首，应该就是我昨夜在诗会上写的那4首。这4首诗，我觉得不只是佳作，尤其其中风骨与气象并存，绝非寻常学子可比。便是放在近几年京中所出的诗作里，也当属上车。而写诗的人，容我继续卖个关子，等各位评价之后再说也不迟。李姑娘，这个人竟真有如此才华吗？还请告诉我等，他到底是谁？这个家伙明知道是自己，还在那儿作妖，着实讨厌。原来这4首让蓝老先生赞不绝口的名著，就是我家世子写的。妙啊！这4首诗词着实妙啊，好一个风骨！这一句写得太绝了，4首连作，竟还能首首不落下乘，当真厉害。此人笔下不仅有气，更有骨，着实难得。尤其这转折与收束，简直一气呵成。所写之人绝对有大才，这等诗文绝不是寻常年轻人能写得出来的。我家少爷平日里在京中是那样的名声，现在这帮人却一本正经把他的作品捧成这样，实在憋不住。知微，这诗这词是你所作吧？不是我。不是你？你这丫头就别卖关子了。这4首诗到底出自哪位大家之手？够了！我已经忍你们很久了，从刚刚到现在，
你们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发笑，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你们觉得这4首诗不好？还有你，管好你的下人！这里是什么地方，岂容你们这般无礼放肆？哼，这4首诗词，怕是你这辈子都做不出来吧？其实这4首诗，正是江世子所作。这4首诗竟是江小纯所作。这小子倒真和传闻里完全不是一个样子啊！难不成先前一直在藏拙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是他写出来的！一个纨绔，一个整日流连花楼赌网的浪荡子，怎么可能写得出如此诗句？李姑娘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或者你是被他骗了？是不是在此当着大家的面验证一番，不就知道了？既然诸位心中都有疑惑，与其在这里空口争论，倒不如直接验证。如此也免得污了李姑娘的清誉，更免得埋没了真正的才名。我想，江世子自己应该也很乐意证明一番吧。证明，说得漂亮。可这哪是什么证明？分明是把我架在火上烤。小王爷的意思我也算是听明白了，意思就是谁名声差，谁就得证明自己，是吧？那照这么算的话，往后京城谁骂我一句，我都得当街实施自证清白。呵呵。若真是如此的话，那报是用不了多久，我便要成就诗仙了吧？当然了，本世子向来最好说话，若只是写诗，其实也不是不行。这家伙绝不会如此老实。可问题是，写诗这种事情讲究天时地利人和，也讲究一个性质。有人一杯酒下肚，诗来如泉涌。有人枯坐半日也憋不出半个字。本世子若真在这里硬着头皮写出来的东西，未必就能让诸位满意。到时候写得好了，你们说是应该的；写得差了，你们又说本世子浪得虚名。不过，若是蓝老先生亲自出题的话，那本世子倒是愿意试上一试。有趣，感情这小子是在这里等着呢。自家世子都是什么话也敢说啊！你倒是胆子不小啊！晚辈若胆子不大，今日也不敢闯连府的门。让老夫出题，那你可别后悔了。自然不会后悔，还请先生出题。他究竟是真有把握，还是又在故意冒险？既如此，你便以门为题吧。妙，这题妙啊！门字看似简单，实则最难，既要有诗意，又要有深意，还得贴合今日闯门之事。江小纯这次怕是要现原形了。怎么，这题你觉得简单？简单倒也谈不上，只是晚辈忽然觉得蓝老这题倒像是专门为我准备的一般。哦，既然如此，那便写吧。若写得好，今日之事，老夫便只当你有胆有才。
可若写不好，那你今日这门怕是要白来了。威儿，帮我研墨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竟敢这样叫我！门前风雨问谁开？一脚先从笑里来。世上几多高阔处，不曾容得少年才。好一个不曾容得少年才！妙，实在妙！是啊，这最后一句才是真正点睛之笔啊！怎么会又是如此？这家伙还真是每一次都能给我新的意外。好一个少年才，好一个笑里来！你这小子倒真敢写。题是蓝老出的，晚辈自然尽信。好，这一题算你过了。既如此，那学生就此拜见老师了。且慢。且慢。怎么？莫非小王爷也想拜一拜？连老恕罪，晚辈并非有意冒犯，只是觉得拜师毕竟不是儿戏，尤其是拜入林老门下，更不是做出一首诗便可轻易定下的事情。方才这一题的确足见江世子诗才，可诗才只能证明他会写诗，却未必能证明他担得起连老门下弟子的身份。原来如此，我还当小王爷要说什么呢？你这话听着倒也有几分道理。诗才归诗才，拜师归拜师。若只因一首诗便觉得我江小纯配不上蓝老门下，那确实情有可原。不过有件事，本世子倒是有些好奇。方才小王爷说诗才不能证明一个人担得起门下弟子，那本世子想请教一句，在小王爷看来，究竟怎样才算担得起？是门第要高，还是出身要正？是名声要洁，还是脾气要顺？又或者是得先有一块好玉佩，才算有资格站在这里说这种话？江世子牙尖嘴利，可不是什么本事。哦，那小王爷的意思是您有别的本事？既如此，借着林老和诸位前辈也都在，不如你我二人比划比划。我若输了，今日便老老实实退出林府，再不提拜师二字。可要是小王爷输了，如何？简单，从今往后，谁再说本世子胸无短墨，小王爷便替我骂回去。唉，当然了，小王爷若觉得和我这等纨绔比试有失身份，那等当我没说。反正左右不过是站着说几句公道话，不费笔墨，也不伤体面，这一点本公子还是懂的。够了，老夫这门开不开，收不收，老夫自己说了算，哪里轮到旁人指手画脚？林老，这晚辈并无冒犯林老之意。哼，有没有？老夫心里清楚。还有你小子，刚刚那首诗确实不错，但拜师想的倒是挺美。你若真想拜在老夫门下，那便再答老夫一问：你今日想进的，到底是老夫的门，还是这天下的门？那就要问林老您这扇门能否代表这天下之门了。哦，代表不了如何？代表得了又如何？若是代表不了的话，那林老这门我会进，而天下的门我也会去看。若是能代表的话，
那晚辈便更想进去了看看了，看看连老您这门是铜墙锁住，还是只需靠一张嘴就想挡住天下人？好，不过我的门不过一扇旧门，它挡不得天下人，也担不起天下门。你不必将它看得太高，当然也莫要将自己看得太低。总之，这门你若进了，不要后悔便是。老师说笑了，正所谓旧门有旧气象，不遮人来路，不惧路去人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旧门接地气，所以弟子喜欢得很。世子竟然靠自己让蓝老重新收下。入我的门可是有些规矩要遵从的，具体如何，便让威儿和你说吧。是，那就麻烦威儿师姐了。恭喜连老，又喜得一位高才嫡子啊！林老，晚辈还有些事情要做，先行告辞了。世子，这小王爷必须小心一些。我知道。师姐，咱们换个地方说话如何？我不去。老师说让你帮我讲讲规矩呢，又不是说别的。当然，就算说，也最多是谈谈咱们之间的婚事而已。婚事？江小纯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可没胡说。还有，你以后可不能叫我江小纯或者江世子了，以后怕是需要换一个称呼喽。江小纯，咱们还没成婚呢。啊，我的意思是我现在也拜师了，你应该叫我师弟了。这也需要咱们成婚之后才行吗？好了，不逗你了，这次多谢了。谢我什么？自然是谢你帮我入门。林老表面为难，但最终答应，必然有李志威的周旋。我可没帮你。好，没帮。那关于规矩的事儿，还请师姐说说吧，我听听看。听好了，老师门下其实只有3条规矩：其一，每个月需成一篇文章供老师批阅；其二，老师若有召唤，不得推诿；其三，老师若发现弟子做出有损清誉之事，会亲自登门将其逐出师门。简单。简单？你可知，老师所谓的有损清誉，并非只是寻常的品行有亏，2日后便将放榜。若届时你这里处置不好的话，那老师这边怕是……我知道，所以我会妥善处理好，争取不浪费师姐的一片心意。那你具体打算怎么做？光靠师才的话，可不太够用。这个嘛，师姐你就放心吧。与其聊这个，还不如聊聊我岳父大人何时登门，我这儿也好早做准备，不是？江小纯，你小纯，我的规矩，威儿应该也和你说了吧？另外，我给你半月时间吧，第一篇文章给我送过来。用不到半月，明天我便差人给您送来。哦，如此更好。那学生便告辞了。去吧。老师，您看他如何？此子聪慧了得，确实和所传不太一样。这状元尽管是他买来的，但却配得上此名，所以我这里的名，他愿意借就借吧。多谢老师。我看你和他之间倒是有些默契。你昨夜派人送诗，今日又到我这里请名，而这小子刚好今天也便来了。若非我知道你的性子，怕还真的以为你们串通好的呢。哪有，真的是凑巧而已。所以我倒是挺期待他第一篇文章会给我什么样的内容。老师，那我也告辞了。去吧。对了，有空了你国子监去劝劝庆儿那丫头，就算再如何生我的气，也不能不回家吧。是老师。世子，咱们有马车，你为何非要走回去呢？走一走，
才知道这人间值不值得我来这一遭。现在看来很不错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世子您今日这番作为，属下着实没想到啊！蓝老多少年没收过学生了，您就这么给进去了？其实我今天就算不表现也能进去，只是表现一下，更能堵住悠悠众口罢了。哎，就是不知侯爷听了会是什么反应？小纯这一早便出了门，到现在都没回来，该不会是出什么事情了吧？他能出什么事？哼，就他那德行，最多也就是在外边丢人现眼罢了。你嘴上说的厉害，心里怕是比我还急。胡说八道！我急他做什么？他要是真死在外边，倒还省得继续给我惹麻烦。侯爷、夫人，世子回来了。什么？回来就回来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快让他速速来见我！是。你这臭小子，怎么回来的这么晚？害得我和你父亲一直担心到现在。哼，我可不担心，这逆子死在外边也好，免得继续节外生枝。你少说两句。说说吧，此次去蓝府结果如何？是不是在人家门外敲了一天门，连门槛都没能迈进去，最后灰溜溜跑回来了？父亲，孩儿已经成功拜在蓝老门下了。你还会说谎了？这种事情你也敢胡编？侯爷，世子没有胡编，属下可以作证。世子大人他确实已经拜在了蓝老门下。逆子啊！咱们江家乃将门世家，何曾出过什么文人墨客？你这个臭小子，不仅跑去拜了个文师，而且拜的还是连凤泽。这事若传出去，我江家颜面何在？说好不生气的呢，况且颜面本来就没了。你小子叽里咕噜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你这逆子，简直气死我了！小纯，你别听你父亲胡说八道，这是好事，是天大的好事。你放心，你父亲那边我替你去说。那就麻烦娘亲了。对了，孩儿还得写文章，便先回去了。写文章？你吗？好，那你快去吧。是，孩儿告退。走了。走了。别说，我倒是小看这臭小子了。怎么不生气了？这小子从小到大对武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所以这武是走不通了。若是真能走文的话，倒也未必不是一条路。但咱儿子大字不识一个，这文……哎，不管如何，他成功拜在了林老的门下，终归有所希望。而且有此名撑着，至少在放榜之前，这小子身上也算是多了一层护身符。那你刚才还发那么大火，还说什么江家颜面？哼，我发火是因为不想让这臭小子居功自傲。至于颜面，虽然重要，但咱们就这么一个儿子了，他不能再出事了。若是老大老二还在的话，想必也会为这臭小子开心吧。是啊，不过说起来，这臭小子怎么就突然间开窍了？他明明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，但在生死关头计划竟然如此周到，甚至真的成功拜连凤泽为师，这总让人觉得不太真实。开窍还不好吗？说来说去，他也是咱儿子。那倒是，看看这臭小子还能给咱们带来什么惊喜吧。师承的名有了，但想让林凤栓真正站在我身边，仅凭今日这场拜师还远远不够。林凤霄是昔日太傅，当世素，若放榜时局势翻涌，他会不会为了我出面，还是个未知数。不行，得再加把火才行。光有师徒名分不够，得让这位老师真正觉得我这弟子收得值。有了，哼，
身为师者，有谁能扛得住师说呢？妙啊，到底是韩大家，这一笔落下去，味儿就是不一样。哼，我这次可不只是为了交作业，更是要把这位老师彻底绑上我的船。来人，世子，去，把这篇文章送到林老五上。是。等等，世子还有吩咐？到了兰府之后，替我带一句话给老师，就说这篇诗说只有前半篇，若老师想看后半篇，那便请他明日亲自来一趟江府。那可是连凤霄，平时多少人想见一面都难，世子送去半篇文章，竟然敢让人家亲自跑一趟侯府，这也太狂了吧！放心吧，按我说的做便是。他明日一定会来。属下明白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明日李家也该登门了吧？蓝凤哲那边下了钩，李知微那边话也说透了。李丞相若是聪明人，就该明白眼下的局势。联姻不是低头，而是长势。蓝老若来，李家也来，这场面怕是我那便宜老爹要坐不住了啊！万事俱备，接下来就等着他们上门了。你说说，这江世子今日才刚刚拜师入门，转头就让人送来文章，未免也太急功近利了吧？哼，谁说不是呢？刚入门就急着表现自己，这心思也太明显了些。而且他一个满京城都知道的纨绔，能写出什么好文章来？哼，我看多半也就是拿几句词藻堆砌一下，想在老先生面前卖弄卖弄罢了。平日里不学无术，整日斗鸡走狗，流连花楼赌坊，这种人哪怕真写得出两句诗，也不过是侥幸而已。可文章不一样，文章讲究的是学问、见识、底蕴，是靠日积月累磨出来的东西。岂是他这种人想写便写得出来的？要我说，老先生这次愿意收他，已经算是天大的恩典了。可这位江世子偏偏还不知道收敛，刚入门就整这一出，真是不配啊！好文章啊，妙极了！之所以传道授活也好，好啊！这一开篇便将师道二字写得如此透彻，当真是开宗明义，直指根本，好一个！老先生竟然真的在夸江小纯，而且还夸得如此失态，这怎么可能？生乎吾前，其文道也固先乎吾，吾摧而失之；生乎吾后，其文道也亦先乎吾，吾摧而失之。圣人无常失，是故无贵无贱，无长无少，道之所存，失之所存也。好一个无贵无贱，无长无少，道之所存，失之所存也！此言一出，天下师道便皆在其中了。这哪里只是一篇文章？这分明是替天下求学之人正名立心。这小子，这臭小子，平日里装的不显山不漏水，真落笔时却是一鸣惊人呐！有胆有才，还有这等见识，难怪今日敢站在老夫面前，还敢质问我来。怎么没了？下边的呢？这臭小子，故意的，绝对是故意的！来人！先生，现在给我备马车，老夫要去镇北侯府。现在可是深夜啊，外边夜色都这么深了，老先生竟然现在就要去镇北侯府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罢了，现在过去多少有些不太像样子，明日再去吧。妙啊，妙，实在是妙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那个京中出了名的纨绔世子，竟然真能写出让老先生都如此失态的文章。这世道
真是让人看不懂了。见过世子。不用客气。一大清早，父亲便见了将领。怎么，你这臭小子不去斗鸡遛鸟，跑我这里来做什么？父亲，孩儿过来是和您说一声，今日有贵客登门。哦，什么贵客？难不成李丞相今日还真的会来不成？这臭小子信誓旦旦地说过2天内李秉将必来，今天已是第2天了，若真来了，倒还真有几分本事。没错，李有除此之外，连老也会过来。你要说李秉章会来，哼，我还能信上几分。可林凤晓也会来，你当林老是什么闲人不成？平日里不知多少人想请他都请不动，你倒好，张口就说人家要来咱们侯府。反正事情孩儿已经和您说了，您啊最好是准备准备，至少这行头该换一身就换一身。哼，就算李丞相和蓝老都来又如何？老子什么场面没见过，不过是见2个人而已，有什么好准备的？什么准备？你这宝贝儿子说今日李秉章会来，哼，这我姑且信了。结果他竟然还说蓝老也会来，哼，你说可不可笑？真的？绝对是真的，他们一定会来。哎呀，那还愣着做什么？我得赶紧去梳妆一番。哼，果然是妇道人家，听风就是雨，一点没有稳重的样子。侯爷，外边李丞相过来了，是否让他进来？还真来了。让他给我等着！啊！李丞相亲自登门，结果让人家等着，这我连想都不敢想。怎么听不懂本侯的话？属下不敢。父亲分明是打算把前日受的气完完整整还回去。李家真是来谈亲的？李秉章的狗东西眼高于顶，竟真会为了联姻主动登门。他明明知道儿子买状元的事，还敢来趟浑水。是，那让他等一会儿，倒也无妨。可若是等太久了，是不是不太合适？万一那老东西脾气上来，直接甩袖走了，那岂不是坏了事？不，就让他等。不仅要等，还得多等一会儿，至少1个时辰。1个时辰？对，就1个时辰。可这合适吗？这臭小子昨夜到现在说中的事不止1件，我真是越来越看不透他了，心里反而没底。合适？可万一……没有万一。我突然想起来，还有些事情要处理一下，你先在这儿待着吧。父亲，您若真要换衣服的话，穿您将军便好。滚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大人，我家侯爷说是让您在外边先等着。让他等着，这江景城还真敢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是。哼，这江景城分明是在报复我呢。父亲，您来之前不是便已经猜到了吗？猜到归猜到，可真到了这个时候，心里还是不舒服。哼，这粗鄙武夫，当真半点风度都没有。岂有此理！竟然让咱们这外面等这么久，简直太过分了！这江景城真当我不会翻脸不成？父亲，就耐心等等吧。太过分！女儿，随我进去。
我就不信了，他镇北侯府还真敢把咱们拦在外面不成？这是？这是老师的马车啊！林凤泽的马车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看这架势，也是奔着侯府来的。老师怎么也来了？老师，先生，咦，李相大人，威尔，你们怎么也在这儿？谈亲的？瞒不过连老，正是如此。那李相为何不进去呢？别提了，江景城让我们在外等着。哦，李相，这次可不是我说你了，江家终归需要门面，哪怕只是一点。而且你们此次谈亲，若只是仅限于你们两家，那这亲事也将没有任何意义可言。李丞相，你平日之中看的都比较明朗，这次怎么反而看不透了呢？先生说的是，这次是我意气用事了。看明白就好。话又说回来，先生您怎么突然间也过来了？江小纯昨天连夜给我送去了一份文章，我为此事而来，简直气死了老夫了！啊，文章？江小川昨夜才拜师，转头便赶着写出一篇文章送过去，如此仓促，难不成只是为了在林凤商面前急着表现？这可真是大错特错。蓝老最重品质，这江小纯办得太不如人意了。老师竟是为了文章而来。昨天在连府，江小纯那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他到底写了什么？蓝老先生、李丞相、李姑娘，我家侯爷有请。知道了，先生，您先请。李丞相到，蓝老先生到。这臭小子竟然全说中了。见过蓝老。蓝老先生亲临侯府，真是让我们侯府蓬荜生辉。学生见过老师。哼！连老门下规矩极严，若弟子品行不端，他可是会亲自登门逐出师门的。眼下这副模样，该不会真是来赶人的吧？你就是威尔吧？威尔见过夫人，见过侯爷。李姑娘不必多礼，都坐下说话吧。江侯爷，你倒是生了个好儿子啊！这不知林老何出此言？哼，自是你儿子所写的文章。文章？不知林老说的是什么文章？就是小纯昨夜派人给老夫送去的那篇文章。怎么你不知道吗？老师，师弟昨日刚刚入门，心里急于表现，倒也正常。若真有不妥之处，您也不必与他太过计较。是啊，年轻人嘛，心态不稳，多少有些急躁，这也不算什么大毛病。更何况他昨日才刚入门，这文章之事，不如便多给他一个机会吧。你们都想差了，老夫今日过来，可不是因为这小子写的差，而是因为这臭小子写的太好了。既然如此，
那先生您为何方才看上去如此动怒？为什么？哼，因为这臭小子就给了老夫半篇，你说气不气人？所以老夫今日登门就是来讨下半篇的。连老，您不是在和我们开玩笑吧？玩笑？看来你对你这个儿子了解并不多呀。不是不了解，正因为我了解太多，所以我才更加确定这其中必然有误会。这臭小子从小到大什么德行，我还能不清楚？您若说他气人，我信；您若说他惹祸，我也信。可您若说他昨夜写出一篇惊动您亲自上门讨要的文章，这让我怎么信？父亲，这文章确实是我昨夜写好，然后派人送去林府的。哼，就你，咱们江家世代为武，且对文士本就有些抵触万分。您平日里又最看不惯读书人，在这种环境下，我若从小便表现得太过好学，太过出众，您能高兴吗？所以这些年我也只能低调一些，不敢表现得太多。但眼下已经到了这个节骨眼上，我也不想再装了。我摊牌了，其实我很强。若按他这个说法去想，似乎很多事真能说通。我确实重无轻文，若他从小像文，我绝对会用棍子抽他。难道这些年小纯当真一直都在藏住？先生，这文章究竟写了什么？能否也让我看一看？当然。这不是少年卖弄词藻，这是真正胸中有学有气的人才能落出来的笔。这真是你写的？好文章啊，好文章！我李秉章阅文无数，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文章，漂亮，真是漂亮！这种立意高、格局正的文章，绝不是寻常人能写出来的。是我抄的，是我写的。可既然你有如此文采，为何还要买状元呢？那我便实话实说了，我镇北侯府世代忠烈，满将本种。这些年来，为了大华守边拒敌，不知死了多少人，流了多少血。我大哥江云策和二哥江林兄3年前战死北境，外人只知道他们死的壮烈，是我江家满门忠烈的荣光。我也怀疑过，可在我看来，这件事情未必就真有这么简单。我大哥二哥死了之后，镇北侯府便只剩下我这么一个独子，而偏偏我又是个纨绔，是个废物，是个整日吃喝玩乐不成器的东西。若我是背后布局的人，我也会觉得这样的江家最好拿捏。可问题是，他们若只想试探我江家，那也就罢了。偏偏这一次，他们连状元都敢给我买，那我便明白了，他们不是想试我，他们是想把整个镇北侯府都一并拖进泥里。若真如他所言，这局针对的不止一个纨绔世子，而是整个镇北侯府。若不是诗慧那天女儿把事情说开，我岂不是也会成了推着镇北侯府一把的人？朝堂之刀看得见，可有些刀藏在袖中，藏在笑里。真等到见血的时候，往往已经晚了。老师说的没错，我只能顺着他们的意思往下走。他们既然想让我做状元，我就做；他们既然想借我把江家推到风口浪尖，那我就站上去。我倒是想看看这背后之人到底是谁。当然，我知道这么做的确冒险了一些，所以与其等死，不如主动入局。这臭小子竟然已经想到了这一步，不是胡闹，是被逼无奈。所以你以半篇文章把老夫引来，是想借老夫今日登门之事，为你镇北侯府压一压场子。这确实是。若非林老点拨，我都还没反应过来，这小子不仅主动入局，还借势把所有人都拉到了他想要的位置上。你倒是好算计。哼，不过看在你文章的份上罢了，但这下半篇你必须给老夫写出来，我今日就要。是，李丞相，
相信我说过的话，李姑娘应该也和你说过了吧？买官舞弊，尤其还是魁首之位，此事若真彻底掀开，受影响的不只是我江家，同样也会是您。毕竟您身为文官之首，科场清浊本就在您这一脉的眼皮底下。若真被有心人利用闹大，那天下士子必将群情汹动。届时别人第一时间想到的，未必是委会镇北侯府，反而会先问一句：你是干什么吃的？他说的一点没错。若这事闹到不可收拾，我这个丞相绝不可能独善迷身。那趁着老师在，那咱们江李两家就将这亲事彻底定下吧。那关于这亲事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有，而且很多。第一，咱们两家定亲是李姑娘对我一见倾心。快挡！这逆子简直臭不要脸！第二，你是李丞相上门威胁我江家，若是我江小纯不从了你们的话，便会对我江家发难。第三，我是为了顾全大局，不想让父亲为难，所以不甘心的同意了入赘。若真是如此，我江家的面子倒是保住了，这恶名全被李秉章这狗东西背走了。第四，你们许给我的好处可以让我拜入蓝老门下，当然相信李姑娘也有如此想法，所以这一点说得通。第五、第10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。成亲那天排场一定要足，哪怕我是入赘，但你们相府也得八抬大轿、吹吹打打、风风光光的把我请过去。轿子不能小，礼数不能少，来的宾客也不能少，最好让半个京城都看见我是被你们相府的人强行压着上轿的。这小子考虑的确实周全，入赘相府既能大事化小，又能让圣上安心，但这也太憋屈了，弄得我一个堂堂文官之首成了野蛮人，传出去岂不是让天下学子笑死？我该说的都说完了，接下来就看你们相府怎么说了。我倒是有几点要说。第一，咱们终归是合作关系，所以这场成婚也只是权宜之计。因此，你入了相府之后，我李家会给你单独安排一个住处，平日里你我各居其属，互不相扰。好家伙，这女人是真一点都不客气啊！第二，入了我们相府之后，若无正当理由，不得夜不归宿。这话听着怎么这么不对味儿？说是合作，这第2条倒像是先把后宅规矩定死了。看来这女人没有表面那么柔弱，这逆子入赘过去，怕是要吃苦头了。挺好的，嘴上说的冷静，可这第2条倒是有点意思。第三，我父亲可以背威胁你们江家的名声，但时间不能超过半年。半年之内，你必须想办法将这件事情彻底扭转过来，否則若时间拖得太久，不止相府受损，连带我父亲在朝堂之上的威望也会跟着受影响。李家不可能陪我一直拖下去，半年足够了。第四，你入相府之后，不得仗着相府姑爷的身份在外招摇撞骗，更不得打着我相府的名号去招惹是非，尤其是不得再去什么春月楼、醉花楼、听雨阁之类的地方。若真有什么事情必须要去的话，需要和我申请才行。师姐，你这是不是说的太细了点儿？当然，细一些，也免得你钻空子。第五，你既然入了相府，往后在人前至少该有几分像样的样子，衣着不可太过轻佻，言行不可太过放浪。第六，若我相府遇事需要你出面时，你不得推脱。这场联姻既是合作，那便不能只占便宜。第七，若日后局势有变，涉及我李家生育之时，你需先保我父亲周全。第八，若你真查出了背后设局之人，在没有十足把握之前，不得擅自动手，需先与我和父亲商议。这才是真正见心思的地方，不是在防江小纯，而是在提醒他，朝堂这局不是热血上头就能解决的。第9，成婚之后，人前你我可做夫妻，但人后你不得故意动手动脚，不得言语轻薄，更也不得借着这层关系强逼于我。我看上去像那种人吗？同样，我这里也有最重要的一条。
无论合作是真是假，无论这场婚事最终会走到哪一步，你既进了我们相府的门，便不能负我李家，更不能负我。当然，若你真有喜欢之人，对方也只能以妾室身份入门，不得越过正妻之礼。可以，我都能接受，但我能不能补充一条？你说。咱们若日久生情的话，第一个孩子能不能跟着我姓江？可以。若真如此，那这可是天大的好事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对了，聘书的话就不用另外给了，毕竟诗会那天我已经要了。啊？还有这事儿呢？有这回事？老师，那这媒人的位置就由您来担当了。哈哈，好说。臭小子，亲也定了，那诗说的下半环是不是也该拿出来了？老师莫急，学生既然答应了您，自然不会赖账。去我书房将桌案上那篇文章取来。是。快，给老夫看看！妙啊！这一转一合，前后贯通，竟是将上篇之意彻底立住了。确实，实在是好，前边立诗道，后面驳流俗，着实痛快。尤其是这一段，诗道之不传也久矣，育人之无惑也难矣。这几句简直写尽了世风。这下篇一出，这文章定会被天下读书人推崇。这篇文章，老夫定要将它推到国子监去。国子监，那可是天下读书人的清贵之地。这文章真有这么神？老师，推可以，但名就先不要留了。呵呵，不留名。如此好的文章，一旦推出去，足以让你垂青百世，也足以让你那满城皆知的纨绔之名彻底洗净。这等诱惑，你当真能禁得住？老师，您觉得我这名字现在留上去，别人就会信了吗？是啊，江小春现在的名声实在太差了。若现在真把名字挂上去，旁人第一反应未必是惊叹文章，反倒会先怀疑这文章当真是江小春写的。一旦这种怀疑起来，事情反而未必会朝着最好的方向走。有的时候，文章自会说话，所以不宜急在这一时。当真以我之名发表文章之时，届时自会有人将诗说怀疑到我身上，那个时候不用去解释，大家便能够自主接受。呵呵，你这小子心思倒是难猜。也罢，那就听你的吧。江侯爷，那老夫便先回去了。好，我送送林老。江夫人，那我们也告辞了。好说，亲家慢走。臭小子，跟我走！你这臭小子，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？速速给老子说来！今天这一整天的事情，给我带来的冲击实在太大了。从李秉章亲自登门，到林凤烧上门讨文章，再到定亲推文章，几乎全在小纯的掌控中。
这小子表现得太冷静，冷静的不像个10几岁的少年。父亲，您是怕孩儿算得太多，走得太险，最后把自己也搭进去，是吗？哼，你还知道？老子纵横沙场这么多年，见过的血比你吃过的盐都多。可就算是这样，今天看着你一步一步往前走，老子心里都发虚。李秉章那老东西也就罢了，林凤硕那等人物你都敢算进去，你是真不怕一步走错，满盘皆输？怕，当然怕，可怕也得走啊。父亲，孩儿若不走，您能护我多久？今日您在，母亲在，侯府还在。可若哪天这场风真吹下来了，您又能替我挡几次？所以，孩儿不是想瞒您什么，只是有些事在没有成之前说出来，除了让您担心，也没别的用了。但父亲，孩儿可以向您保证一件事：我今日做的每一步，都是为了活，不只是为了我自己活，也是为了让江家能够继续活下去。你这臭小子，倒是像个男人了。父亲这算是在夸我？夸个屁！哼！既然你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那有些事情我也该和你说说了。哦。看看吧。小仙长公主，长公主萧云舒，当今皇帝的亲妹妹，还有个称号京城第一美人。这封信背后牵扯的东西，怕是远比我想象中还要深。父亲，这信是大哥写的。是，这信送过来不久，也便传回你大哥出事的消息了。或许是你大哥发现了什么吧？你之前和我说，你这状元是有人做局才买来的，那这做局的背后之人，会不会也是长公主？不好说，父亲，您应该查过吧？有没有什么具体线索？没有，这位长公主平日里极少抛头露面，能探到的消息都无关紧要。没有吗？不过若都是无关紧要事情的话，要么就是这位长公主藏得极深，要么就是有人特意栽赃这位长公主。你的意思是这信是假的？不，我的意思是，有些事情或许是某些人故意让大哥看到的，而大哥也被混淆视听的情况下传回来的此信。唉，不管如何，既然大哥特意派人把这封信送回来，那这位长公主还是有必要留意一下。父亲，这件事情您别管了，大哥和二哥的事情，我会想办法继续查下去。查可以，但你记住一点，千万别冲动，也别急着信任何人，尤其是宫里的人。我明白。另外，你母亲并不知道这信的事情，所以就别告诉她了。父亲放心，面圣那天您不要去，在家装病就好。啊，父亲信我就好。这臭小子！唉，我们江家这块肥肉，是有多少人想吃啊？还有这京城第一美人，能有多美？世子，李姑娘来了，眼下正在大堂候着呢。这女人昨日才定了亲，今日便登门，莫不是真有要紧事？你这丫头怎么就这么讨人喜欢呢？而且你还如此优秀，哎，我家那臭小子真配不上你。好家伙，这女人动作倒是够快的，连我母亲都开始收买了。娘亲，您说什么呢？哼，怎么，我还说错了不成？你自己说说，就你这样配得上知微了吗？薇儿一大早来找我，不知是有何事，还是说纯粹想我了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来是有正事。哦，什么正事？我想带你去国子监走一趟。昨日老师离开侯府之后，
便直接去了国子监。如今，你那篇文章已经在国子监里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，整整1夜过去，怕是现在还在议论着。而且，今日国子监里好像还有宫里的人过去。我听父亲提了一句，应该是长公主，搞不好也是冲着你那篇文章去的。你这文章背后的主人，难道就不想过去走一趟吗？顺便去见一见咱们这位大华的第一美女。我对国子监这种地方没太大兴趣，里边都是读书人，以我如今的名声，走进去就是挨白眼。不过长公主也去一趟，倒也不是不行。但你要陪我演一场戏。演戏？演什么戏？小纯，若是去国子监的话，你这身衣服可不行，赶紧回去换一身像样点的。而且再怎么说也是和知薇一块出门，可不能丢了人家的脸。娘亲，孩儿这身衣服哪里不行了？哪里都不行。知薇，你先坐着，我这就让人去给她换衣服。夫人不必。走吧，威尔，咱们现在过去。哼，谁和你咱们了？既然你准备好了，那便走吧。臭小子，到了国子监可千万别乱说话，尤其是别欺负知薇。娘亲，您看孩儿像那种人吗？像。知薇，你放心，这臭小子若敢乱来，你回来告诉我，我替你收拾他。好，多谢夫人。郎才女貌，真是越看越顺眼。世子，李姑娘，国子监到了。果然气派啊！说实话，你带我来国子监，绝对不止看文章这么简单，肯定另有目的。没有，没有。我只是想带你来见一个人，去年的状元。如今此人留在国子监担任助教一职，平日里也会帮着教导学子礼法文章。你明天便要进宫面圣了，提前来见一见的话，至少也能学一学规矩，免得到时候在圣前出了什么差错。威尔，你怎么这么好？为了我面圣的事情，竟然如此伤心。你不生气吗？我可没那么迂腐。你为了我而来，我为何要生气？谁是为了你？我只是不想让你到时候丢了我相府的脸而已。你先进去吧，我稍后再进去。你独自的话，怕是进不去。怎么，担心我？哼！这女人嘴上说的冷淡，做事倒细致。若她不提前打招呼，我这个纨绔突然跑来，还真未必进得去。这次我要演戏，所以你也得嚣张起来。嚣张？有多嚣张？就天下无敌的感觉。天下无敌？放心吧，世子，我懂了，我一定演得非常好。我相信你。这国子监多是权贵之际，我的名声在外，自然要符合人设，才不会打草惊蛇。世子，小心！完了，这下我完了！你这人不长眼睛吗？我这么大个人，你看不到吗？我已经让了一步，这家伙还变相撞上来，他是故意的。世子，这厮有点东西啊，竟然能硬扛我一声震喝。刚刚那也叫震喝，不就特妈的哼了一声吗？世子，容我再试探试探他。咦，还真是小瞧你了，竟然能挡住我的可怕刀意。你要知道，刚刚在那短短的半息之间，我已经拔刀数千次。夫
不是你有病吧？大胆！不行，我这脚不能踩下去，否则此地必然崩裂100丈。伤到你倒无所谓，万一震伤我家世子就不太好了。小子，算你命大，还不快滚！我这侍卫是在装天下无敌的高手呢，但这装的未免也太尬了，如此行径简直是在贴脸羞辱人家，这比大嘴巴子抽人更狠啊！好，你们撞翻了东西，不道歉也就算了，还如此羞辱我！羞辱？笑话！实话告诉你吧，这木盘不是我家世子撞碎的，是承受不住我的强大气场，它自行崩开的。这话连我都觉得离谱。怎么回事？主教大人，这家伙走路不看路，撞坏了夫子大人要授课用的书盘。如此也就罢了，他们还言语羞辱我。你道歉。道歉？完了，他来了，这家伙又来了。咦，你这女子倒是有些本事，接了我几个肩膀嘴巴高，还能做到面不改色。看来你们这国子监之内也并非全是废物。罢了，真正的高手不该轻易对女子出手。世子，要不咱们饶恕他们2人吧？主教大人，您看，他们分明就是来闹事儿的。我不管你们是谁，在国子监内撞了人、毁了东西，便该赔偿道歉，否则今日这件事不会就这么算了。冒昧问一句，这东西是做什么用的？这是今日学堂疏算用的书盘，今日夫子大人授课要用的，如今全被你撞坏了，我如何向夫子大人交代？所以，那有没有可能没撞之前，这书盘就已经坏了呢？这书童明显有鬼，若背后没人指使，那就是他弄坏了书盘，搁我这儿找替死鬼呢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你有什么证明？证明？呵呵，本世子不用证明，就当我弄坏的又如何？我还当是什么了不得的宝贝，原来就是这么个破玩意儿。让你们夫子过来找我，我倒要看看什么样的夫子能因为一个破盘子敢找我家世子的麻哼，烦。这次张新年的嚣张味儿算是对了。世子，咱们走。哼，记住了，今日若非顾忌我家世子在场，你们哪还有资格站着说话？所以，好好感谢我家世子吧。主教大人，这下该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我向夫子大人解释的。这2人在国子监如此撒野，我也会一并禀告夫子大人。世子，怎么样？我刚刚那场戏还可以吧？可以是可以，但你最好还是收着点。刚刚你有点太浮夸了。好的，世子，我懂了。你又懂了？反正你记住一点，没有我开口的情况下，你别乱做什么就行。好，属下明白。这篇诗说当真厉害，立意太高了。是啊，尤其前后2篇贯通之后，那气象，实在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师道之不传也久矣，单凭这几句便足以传开了。我本以为昨日已是极致，没想到下篇一出，反倒更稳了。这第一排的倒也不冤，就是不知道到底何人所作。此人必定是一位文坛天骄啊！世子，您的文章现在排第1啊！我早知师说会掀起大动静，没想到这么短时间就排到了国子监第1，还引来这么多人围观。不过这还不够，早晚会传遍整个京城。哈哈，这不是江家世子吗？对了，你叫什么来着？周敖勉。哦，世子，那女人追过来了。
很显然，这女人在国子监地位不低。别以为你能躲过去，刚刚的事情不算完。我以为他会当场发作，没想到只留下一句话就走了。他能在这种情况下强压着不发，说明他足够冷静，也足够有底气。这女人绝不是普通人。江世子，你这是得罪这位了？怎么，你认识他？当然，这位可不简单。劝你一句，今日若无别的事情，最好还是早些离开国子监，否则待会儿你怕是想走都不容易走了。看到排名第1的那篇诗说文章了吧？按照我的推测，这文章应该就是他所写。这周敖勉能将师说怀疑到清冷女子的头上，说明他确实有些能力。这女子到底是谁？此人可是栾老的孙女栾沁柔，论才华，她可不比李姑娘差，只是因为某些事情为人比较低调而已。她林老的孙女，怎么现在知道怕了？不可否认，诗词确实需要文采，但文章才是真正底蕴的展现。诗可惊艳一时，文章却能流传千古。就拿这诗说来看，必将引动全天下的学子朝拜，而你的诗词，在其面前也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。看来这周敖勉对当初诗会上的事情依旧耿耿于怀。李知微是连老的学生，连沁柔是连老的孙女，两人认识很正常。你今日过来，想必是为了李姑娘。不过有些话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：李姑娘才学惊人，眼界极高，绝不可能因为几首诗句便对谁倾心。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要想太多。说完了，还真拿自己当回事了，自取其辱。你这个女人，我怎么走到哪里都能碰到你？你是不是故意在这里等我呢？李姑娘，我知道你喜欢我，甚至喜欢我喜欢到都快发疯了。哎，可你也不能这样啊！我都已经躲到国子监了，你竟然还追到了这里！你就非得这么缠着我不放吗？李姑娘喜欢此人，疯了吧？不是，这真的假的？他在说什么胡话呢？他说要演一场戏，难道现在就开始了？而且是这么一出。李姑娘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虽生得不错，家世也好，才学更是没得说。可感情这种事情，终究是不能勉强的。你总不能因为我太过优秀，就逼着我接受你吧？咱们之间不合适啊！是江小纯，我就是喜欢你，所以你走到哪里，我便跟到哪里；你躲到国子监来，我便不能来国子监了吗？反正你逃不出本姑娘的手掌心。李姑娘，我承认我长得英俊，但你也不能这样吧？你这样纠缠我，让我很难做啊！不行，我要走了，你千万不要拉我啊！江公子，你不要走呀！李姑娘，你大庭广众之下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怎么你还想当众抱我不成？你千万不要这样做，我可是真正经人啊！这家伙简直太可恶了！江公子，你既然知道我的心意，又何必再躲呢？李姑娘，不可以！我江小纯宁死不从！这个家伙真的气死人了！明明是他让我配合演戏，结果我刚走上来，他竟然躲开了，还躲得如此夸张。戏到此为止，恰到好处。再演下去，这女人怕是要炸了。李姑娘，哎，也罢，咱们换个地方谈话吧。江小纯，我需要一个解释。那个，你先别气。别气！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我对你死缠烂打，还说什么我喜欢你喜欢的快发疯了。结果我好不容易顺着你的戏接了下去，你却还躲开。你现在和我说让我别气。没办法，因为这场戏必须这么演。你想想看，若我明日面上出尽风头会如何？可现在不同了，有了刚刚这一出，哪怕我后边表现的再如何出彩，世人第一反应也只会你在背后帮我，而不是我江小纯真的李家这个本事。这样他反倒不惹眼了。那你也该提前和我说一声，
至少也该让我有个准备吧。我若是提前直说了，你会答应吗？若他提前说要我当众承认喜欢他，我第一时间就会拒绝吧。对了，你不是说长公主会来吗？为何我没看到？哦，我刚刚问了问，长公主拿了文章后便离开了。走的时候，据说还夸了你几句呢，说是这背后的作者，他定要见一见。哼，本世子是那么好见的吗？这长公主，我倒是想会一会。对了，你不是要替我以见上一代状元郎吗？既然如此，咱们现在过去见一见吧。呀，刚刚他就在那边，只是方才走得太急，我忘了和倩儿姐姐说一声。倩儿，等等，你说的倩儿姐姐，该不会是栾沁柔吧？对啊，你知道她？李知微要给我引进的上一代状元，竟然就是刚刚结下梁子的栾沁柔，这事儿闹得太尴尬了。你，我听说过她，但不太熟。哦，沁儿姐是性格刚正，觉得女子不比男儿差，所以她女扮男装考下了状元。但咱们大华不准女子为官，考虑到连老这边，所以让她留在了国子监做了助教。原来如此。我突然想到我还要有些事情，我就先走了。不行，来都来了，总归还是要见上一面。你明日就要面圣，必须认真起来。那行吧，不过那里人多，咱们两个这样过去也不妥吧？我有办法，跟我来。夫子大人，知微求见。进。纸上全是数算，用的都是繁琐的文字，层层推算，怪不得写的这么费劲。这位是宋夫子，在国子监内，宋夫子的数算之道可称一流。而且除了在此教导学子外，宋夫妇还兼任户部司隶一职，主管国库。管国库，这身份不一般，圣上绝对信不过。他带我来干嘛？沁儿姐便是宋夫子的助教。原来如此，不用算了，总数是3763。夫子大人，抱歉，他胡乱说的，您别见怪。竟然真的对了，他进门不足片刻，随便扫了两眼就报出总数，这未免太夸张了。这账数需要层层相加再统合，寻常学子一炷香都未必理清。这年轻人看一眼就报出来了。刚刚是你算出来的？是。你学过数算？学过一点点吧。年轻人，你过来。这个，你算一算总数是多少？哦，这个就更简单，2800。2800，这次说的更快，就像随口说的，这真的能对？一次是巧合，2次都准得离谱，这还是巧合吗？他到底怎么做到的？术数没有侥幸，这种层层统算的账数不可能凭空蒙对。这年轻人是真的在极短时间内凭眼力完成了测算，闻所未闻。你是怎么看出答案的？其实也不难，你若是想学，我倒是可以先教你一些基础的。别的不说，至少可以让你在短时间内把效率提升上来。江小纯竟然要教国库主管，数算一流的宋夫子基础，这要是换个人就是狂妄，可那2次结果摆在那里，根本不是玩笑。就比如这些数，其实完全可以用更加简单的方式去代替。这东西比素连数简洁太多了。1是1，2是2，3是3。比如1加1便是2，2减1便是1。看似只是换了个写法，但真要推算起来会简单很多。若是双数算的话，就这样。这些都是简单的印算，相信对于夫子大人来说，
并不难理解。确实不难，这些都是你自己研究出来的。说我自己研究的太无耻了，可这世界确实没有。有时候顺势揽下，效果更好。闲暇之时随手研究出来的。我钻研术数多年，从未见过如此颠覆的东西。他竟然是闲暇随手研究的，天才，天才呀！你简直就是术数之道的天才。对了，还不知道你姓甚名谁？不知你有没有兴趣来我们户部？老夫可以亲自向尚书大人举荐你。以你的本事，若真进了户部，将来绝对大有可为。竟然直接往户部举荐，这分量太重了。哦，我是镇北侯府的人，江景城乃是家父。另外，不用您举荐，我这人志不在此。让我去户部天天埋在账窜里，别开玩笑。他就是那个以纨绔闻名的家伙，如此术数奇才，怎么可能是纨绔？不过他背靠侯府，拒绝也正常，太可惜了。这东西是对整个术数体系的颠覆，若能推广，效率绝对大大提强。夫子大人，您该授课了。这声音很熟悉，连庆柔吗？差点忘了授课的事情了。夫子大人，刚刚我教授您的事情，还请替在下隐瞒一番。这等颠覆术算的法子，足以名动天下。他竟让我帮忙隐瞒，你可知道，刚刚那些东西一旦传开，会意味着什么？知道，可具体为何我会如此做，明日早朝，夫子大人应该便会明白了。所以，还请夫子大人替在下保密一次。罢了，既然你如此说，那老夫便先替你瞒下。多谢夫子大人。锦柔，进来说话吧。江小纯、李志威，他们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以为他看到我会当场发作，竟然什么都没提。沁柔，你来的刚好，而且你和知薇也相熟。既然如此，你们便先在此陪他们多聊一会儿。我先去授课。夫子大人，不用我。这次不用，你替老夫招待好他们便是。夫子大人，您稍等一下。还有事情？是这样的，您那个授课用的树盘不小心摔碎了，眼下怕是暂时用不了了。碎了？那树盘好端端的，如何碎了？夫子大人，是我不小心打碎的。我本想先将责任揽下，他竟主动坦白。是你啊！既然如此，那就碎了吧。这就完了？夫子连问都没多问一句，这和平日的宋夫子完全不一样，忌惮江小纯的家事，但这不应该呀。沁儿姐，志威，你和他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不会真的看上他了吧？若换做旁人还可以糊弄，但她是连老的孙女，瞒不住的，不如摊开说。不是，我们之间是在演戏。我就说嘛，一个是荒唐世子，一个是京城才女，演戏才合理。不对啊，既然是演戏，那你为何要如此作践自己？刚刚那种话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出来，对你的名声可不是什么好事。因为我们之间已经定下了亲事。什么？是定亲了？这两个人怎么可能会走到一起去？沁儿姐，这次过来其实也是想麻烦你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你当年考下状元，面圣之时所涉及到的一些情况，还有该注意的规矩，能不能和他说说？他明日便要去面圣，提前跟您了解下，也免得他届时出了什么差错。明日是放榜之日，他去面圣，岂不是意味着你上榜了？上了。第几？状元。
他能上榜，我都觉得不可思议。状元，这怎么可能？买来的。你这状元是买来的？对，我最厌恶科场舞弊，明明是买来的，偏偏还一副无所谓的模样，如此态度，还想让我帮忙讲什么面圣规矩，简直可笑至极！倩儿姐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江世子是有真本事在的。真本事？若他真有本事，那便凭自己的本事去考好了，何须去买这状元之位？之位，我不知你为何要替他说话，但这种事情本就没有什么可辩解的。靠着家中权势去侵蚀科场公正，这样的人不是蛀虫又是什么？若说真正有本事的人，根本不屑于走这种路子。就像外面那篇诗说，那才是真正的大才之作。这篇文章立意之高，格局之正，绝不是寻常人能够写出来的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这文章推出之时，背后的人竟然连名字都没有留，这说明写出诗说之人根本不是为了求名。如此人物，才是真正有本事，也真正有风骨之人。你笑什么？我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他竟然还笑得出来，半点羞耻之心都没有。因为诗说就是江世子写的。你说什么？他写的？是，这诗说便是江世子所写。当日老师收下江世子为弟子，而老师的规矩要求门下弟子每3个月都上交一篇文章。江世子当日就给了老师这诗说的上篇，后边又亲自登门侯府讨要的下篇，这都是我亲眼所见。爷爷的眼界极高，最烦科举舞弊，竟然收他为弟子，而且当日就写出了诗说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对，爷爷收下你后便说过，此后不再招收弟子，怎么可能会突然又收了他？这一时间我也和你说不清楚，但确有此事。倩儿姐姐若不相信的话，大可以自己去问老师。知微不像在作假，这是一问便知。但他这嚣张跋扈的不学无术之人，突然有如此表现，着实匪夷所思。询问我爷爷大可不必，是真是假，其实也不难验证。他若真有如此大才，那便现场再写出一篇文章来，如此自可见分晓。哼，但就怕他不敢。再写一篇！倩儿姐姐，这写文章哪里是说写就能写成的？尤其还是在如此短的时间里。他不是当日便将诗说写出来了吗？所以，他若真有这个本事，现场再写一篇，又有何难？我说的对吧，江世子？对，当然对。但问题是，我为何要迎合你的验证？专门写一篇文章给你看，你不帮便不帮好了，我也没必要求着你帮。甚至为此还要再写下一篇文章，专门让你来验证。我光顾着验证真假，却忘了江小纯凭什么要配合我。你不敢写，那你就是不行。我不行，你也不用激我。你若真想让我再写一篇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但得加点彩头。这样吧，你若真能写出让我满意的文章，我便将当年面圣时的规矩细节全都告诉你，如何？不如何，我前便说了，我并不需要。所以，莲姑娘还是换个别的吧。那这样吧，我可以答应你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都可以。你过分的，自然不行。也罢，既如此，那我便试试吧。
蓝姑娘，怎么写不出来吗？不，我就是想问下林姑娘，你对马可有什么看法？马？马者善奔耐行，可负重，也可持缰。于寻常人而言是脚力，于军武而言是战力，于良将而言则更是不可或缺之物。当然，若是良马，自然更为珍贵。好了，莲姑娘，请看吧。这就好了，前后根本没用多久，这么短的时间能写出什么好文章来？马说，不是，你还真写马？好文章啊！这篇马说和诗说完全不是一个路路，却依旧老辣精准。他的文章之才绝非偶然。这篇文章寥寥几句，借千里马之困所世间英才之憾，怀才不遇的意味扑面而来，一气呵成，根本不像是仓促写就。如何？这篇文章可还满意？确实是一篇好文章。你该不会想说这篇文章也是我抄来的吧？然后再让我写一篇？不会，这次是我浅薄了。能让连清柔亲口认错，太不容易了。这家伙还真做到了。说吧，你有什么要求？只要不是太过分，我可以答应你。那我可得好好想想了。这家伙该不会要提什么奇怪的要求吧？蓝姑娘，你一直怀疑我、质疑我。说实话，我心里多少还是有些不爽的。要求小了吧，我自己觉得亏；要求大了吧，你心里肯定也不舒服。这样吧，你且凑上前来，让我弹你个很响很响的那种脑瓜崩，这应该不过分吧？脑瓜崩？他想了半天，就想出这么个要求。怎么，怕了？我这要求不算过分，甚至轻的有些出乎意料，可这太古怪了。当着李志威和侍卫的面让他弹额头，你来吧。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他说要弹很响很响的那种。就这样，为何只是轻轻点了点？蓝姑娘，对世人抱有警惕是好事，但有的时候敞开心扉一些，或许会更好。这个家伙，这次倒颇具君子之风，体面得多。唉，世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。我也摸不清为何来这句，可能是单纯觉得逼格很高。这家伙平时嬉皮笑脸讨人厌，可突然认真起来，那种感觉让人移不开目光。世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。这不像狂言，更像自嘲。明明身怀真才，却甘愿顶着荒唐名声，而且没有半点怨气。若真是一个无能纨绔，怎能写出诗说和马说？他真的一直都在故意藏着什么？为何要刻意藏拙？青儿姐，那我也先走了。你等等，你不是想知道面圣的规矩吗？我给你写下来，到时候你交给他便是。好，那多谢青儿姐姐了。李姑娘，这个是沁儿姐姐写的，你看看吧。好。这不是，你确定这是他写的？是沁儿姐姐写的。这纸上的字体歪歪扭扭，忽高忽低，有些地方挤作一团，怎么看
都和女子那种娟秀的感觉沾不上边。沁儿姐姐写的字虽然不太雅观，但她确实是有真才实学的。老师这些年倒是一直有逼着沁儿姐姐练字，但也正因如此，导致沁儿姐姐至今都不太愿意回去。哦，就因为练字？差不多吧。沁儿姐姐每次回去，老师看别的都还好，唯独看她写字时，那脸色总会有些不太对。后来老师甚至专门给她背过字帖，让她每日临写。可沁儿姐姐在这上面偏偏就是没什么耐心。时间久了，沁儿姐姐便越发不爱回去了。一个平日里冷冷清清的姑娘，被令凤说按在桌前练字，皱着眉，一脸不情愿，莫名有些反差。她写的极其细细，入宫衣着礼序，回话分寸，圣上可能问及的事情，一条条列得清清楚楚。圣上会召望文武两榜魁首同立殿前，当场护视，所以最好提前穿上护甲，免得遭受皮肉之苦。这一届的武状元是谁？不知道。武举那边我虽听过一些消息，但并未特意打听过。不过我倒是听说，历届武状元的修为都很高。若明日真如沁儿姐姐上笺所书，圣上兴起让你们当场护视，你可要小心一些了。若只是比文章，我不惧；可若牵扯到文武比试，那就未必是嘴上说说了。有点意思啊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不笑，难道还哭不成？这份东西倒是真有用，有机会了，替我谢谢他。你自己亲自谢人家会更好。我亲自谢也好，顺便告诉他，他这字虽然丑了点儿，但写的东西倒是不错。你敢！沁儿姐姐好不容易给你写这些，你还拿她的字说事。这女人表面高冷，认真起来心思倒细，能将文武护士专门提出来，是在替我防着明日殿上的情况。喂，你就一点不担心？不担心，甚至我觉得这面圣也比我一开始所想要有趣得多。别人都紧张，他倒好，不仅不紧张，还隐隐期待。真不知道该说心大还是胆子大。咦，那是什么地方？好生气派！世子，您不认识了，这可是您常来的地方，春月楼啊！胡闹！本世子何时来过这等地方？春月楼，本世子第一次听说。这地方干什么的？我都不清楚。世子，您贵人多忘事。之前侯爷让我等暗中保护您时，我记得非常清楚。你经常来这边，而且每次进去，您之前一下都点10好多个姑娘呢。你快给我闭嘴吧！不是，这女人还真生气了。是前身去的春月楼，又和我没关系啊。走，咱们回家。是，世子。世子，明日便要面圣了，您真的一点都不紧张吗？紧张，或多或少，自然还是有那么一些。不过更多还是觉得好玩吧。啊，好玩？你不懂，有些东西和你说不明白。一想到面对帝王，内心多少会有那种难以叙述的感觉，这是我这个现代人的思想。世子，您这些日子变化真是太大了。唉，若是大侍郎和二侍郎还活着就好了。他们若是知晓您如今这副模样，怕是心里也得替您高兴。大哥和二哥，在外人眼中皆是一世英才，也是前身从小到大的护身符。顺着记忆，哪怕我是穿越来的外人，也多少有些共情。如今两位兄长这在战场上，不论如何，我都要调查清楚。世子，咱们到家了。这些人甲胄上的纹饰，和侯府亲卫身上所穿，明显不是一路红色。咦，这些兵将怎么像是唐将军身边的卫兵？唐将军？这位唐将军又是什么来路？世子，唐将军名叫唐奎，是咱们大华朝
如今数得上号的一员虎将。早些年，唐将军曾和侯爷一起联手围剿过漠北的大军，那一战打的那叫一个漂亮。据说咱们10万大军灭了他们整整30万。也正因如此，唐将军和侯爷两人算是结下了不小的交情。再后来，前几年南关那边动乱不止，圣上便一道旨意，将唐将军调去了南关镇守。看眼下这情形，多半是唐将军那边打了胜仗，回京述职来了。原来如此，前身只知吃喝玩乐，记忆里搜不出半点唐奎的影子。就这位唐将军，怎么突然间来我们侯府了？是有什么事情？我的个老哥，不行不行，笑死我了，笑死我了！你是说你儿子买了个状元？笑死了！好家伙，我人都还没进去，这位唐将军倒是先把我当笑话听上了。买状元，这脑子得有多大的坑，才能办出这等傻事儿来？若江小纯有才也就算了，可江小纯那在外的名声我都听过一些，这不是戏耍天下人吗？唐奎，这事儿很好笑吗？不好笑，一点都不好笑。老哥，这买状元可不是小事，明日就要面圣的话，你这边可有应对之法了？好一个英气逼人的女子，身姿挺拔，眉目分明，偏偏又生得如此好看，倒是难得一见。父亲，你还知道回来？小纯，这位是唐将军，唐家和咱们江家一直都是世交。小纯，见过唐叔叔。贤侄不必多礼。对了，这是我家那丫头，闺名唐凝霜，年长你2岁。唐姐姐好。凝霜，贤侄莫怪，这丫头性子就是如此。无妨。这江小纯看上去也还算周正，气度举止方面甚至比我想象中还要稳当上几分。怎么看都不像是传言里中的那般不堪。贤侄，听说你明日便要面圣了，不知贤侄准备的如何了？唐叔叔放心，我这边一切都准备好了。那你都做了什么准备？这怎么说呢？这第一步，我先和相府的李姑娘连了个亲。这种话听听就罢了。李家那位姑娘是什么人？这位世子又是什么货色？这两人摆一块儿，怎么看都不像是能扯上关系的样子。就算是李湘同意，就李知微那高傲的性子，也不见得同意。老哥，这件事情是真的？是真的。啊！不对呀，老哥哥，就凭你和李秉征那关系，他怎么可能同意把女儿嫁到你家里来？老实交代，老哥，你是不是抓到李秉章的什么把柄了？没有。小纯他是入赘过去。入赘？咦，不对，不对。若是入赘过去的话，李秉章更不可能答应吧？哼，就是同意了。哼，你又能如何？不是我，除此和相府联姻之外，我还拜了林凤霄、林老为师。哼，这话我就更不信了。若江小纯和李相联姻这一条是真的，那蓝凤韶肯收江小纯为学生，倒也说得过去。李秉章在朝堂上人脉极广，与蓝老之间也素来有些交情，
只要李相肯出面周旋一二，让蓝老收下江小纯，倒也不是不可能。贤侄，那除此之外，你还准备了什么？别的倒是没了，因为对我来说，这2点已经足够了。这倒是，明日面圣，由李相那边帮你周旋，再加上蓝老学生这种身份，圣上就算知道你这状元是买来的，应该也不会过多的为难你。可我是真的想不通啊！就李秉章他究竟是为什么会同意你入赘过去？这可能我太过具有才华的原因吧。太过具有才华，江小纯这话我是真的接不下去了。真有才华，这状元之名何须去买？可身为长辈，有些话按理说又不该当面点破。果然，不管是联姻还是拜蓝老为师，怕都是江小纯嘴上吹嘘罢了。哼，做不得真。老哥，话说回来，我明日也会上朝，届时贤侄若真出了什么意外，我也会在旁边替他多担着几分的。哼，这才像个人话。行了，老哥，天色也不早了，我便先告退了。好，不送了。父亲，唐叔叔怎么突然间来咱们家了？不会是有什么要紧事吧？没有，我当年救过你唐叔叔一命，就这恩情，他回京若是不先来见我，我非得把他腿给打折了。我这位便宜爹，说动手，那就真是会动手的。行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那还是告退。等等，明日我真要装病不去上朝。对，您在家就好。这老爹脾气太过暴躁，届时圣上若是真拿买状元的事情说道起来，以他这老爹的性子，怕是圣上还没发作，他自己便先炸了。这一趟江景城不去，反倒更稳当。老爷，我总感觉心里有些不安。你说，小纯明天就要去面圣，不会出什么岔子吧？不会，谁敢动咱儿子，我定饶不了他。父亲，您以后还是莫要带来这种场合了，女儿不太习惯。你这丫头跟师这几年闭门不出的，若再不多走动的话，更不善言谈了。女儿不是这个意思，是女儿看不惯某些人。本事没有，吹嘘倒是一绝。哼，原来你说这个啊。若只是江小纯一面之词，可能确实是假的，但你江伯父也开口了，那这必然是真的。假的，要么就是那江小纯靠什么办法蒙蔽了江伯父吧？你这孩子，我这女儿的性格我清楚，认定的事情很难改变，除非自己亲眼看到。我也懒得解释了，明日早朝，一切也将明了。唉，还是回京舒服。只是这些年我没能守着你和你母亲，苦了你们娘俩了。无妨，我已经习惯了。对了，回京之前，你母亲传信说你有个好消息，要等我回来亲口告诉我。现在是不是可以说说了？可以，女儿准备参军。不行，这件事情我不答应。军中那是什么地方？岂是你一个女孩家能去的？我已经考下武状元了，明日面圣之时，我便会当着圣上的面申请入伍。这件事由不得父亲你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你考武状元了？是，刚考下来的。
别说，还真有点上学查分的感觉。世子，世子，一大早的火烧屁股了？不是，世子，是有消息了。消息？什么消息？有2个，一个是好的，一个是坏的。哦，那你先说好的。好消息是，科举放榜了。世子，您的大名就在榜首位，香严得很，属下看得真真切切的。榜首，还真的被前生给买下来了。那第2个消息呢？说。这第2个的话，现在外边全是骂您的，而且这一大早的，便有不少学子赶到了咱们侯府门口，有说科场不公，也有说朝廷无眼，还有说您这状元之位指定就是拿银子买来的，甚至还有几个情绪激动的，都已经在门口骂上您了。呵呵，管什么？嘴长在别人身上，他们要骂，便让他们骂去。况且人家说的本来是实话，所以不用去理会。不愧是世子啊，这心态就是好。世子，侯爷让您现在去大堂，说是宫里来人了。宫里来人了？哟，侯爷夫人，这位便是江世子吧？果真是仪表堂堂，一表人才呀！咱家先前在宫里便听人提起过江世子的名声，如今一见，当真是虎父无犬子呀！这太监是在嘲讽我呢。小纯，这位是高公公，还不拜见？见过高公公，公公过誉了。不算过挂，不算过挂。如今整个宫里可都知道江世子高中榜首之事了。江小纯，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新科放榜，江小纯位列榜首，为金科状元，着其即刻入宫，上朝觐见，不得有误。金科状元，这代表着从这一刻开始，我买状元这件事情便算是真正定下来了。学生江小纯接旨，有劳高公公了。好说好说，赶紧收拾下，随我入宫。眼下圣上可还等着呢。哦，不用收拾了，我现在就可以进宫面圣。我原本以为江小纯怎么也得换身衣服，整理心绪，甚至要和家里人多说几句。毕竟这是第一次面圣，寻常年轻人心里多少得发虚。他居然直接说不用收拾了，如此甚好。小纯，父亲，您身体有恙，就好好在家休息吧，孩儿自己去就好。高公公，咱们走吧。好，侯爷夫人，那小的便带江氏走了。老爷，我还是担心。担心什么？这臭小子现在的主意多得很。唉，心里装着什么，连我都未必能全看明白。既然如此，那便由着他折腾去。妈的，这狗东西出来了！一看这家伙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哼，凭什么？我等寒窗苦读10余载，凭什么让这种人压在头上，科场不公啊？天理何在啊？若非这小子科举舞弊，我定能告中。这北侯府权势滔天，连状元都能买来，朝廷还有什么公道可言？江小纯，你有本事出来，当着我等的面说一句，这状元是不是你买来的？哼，纨绔世子也配做我大华状元？江小纯，放肆！宫中传旨，谁敢冲撞？好家伙，这位江世子脸皮厚是一方面，可这份定力怕也不是装就能装出来的。江世子，外边吵闹，还是先上轿吧。好。嘿，嘿。乖乖，这地方还真不是一般的大呀！江世子，后边的可就要走了，随我来吧。
有劳公公带路。陛下，这江家世子的名声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？依臣看，这状元之位如何而来，必有蹊跷。臣建议取消江家世子的状元之名，改授第2名郭参。江小纯在国子监教的那些术算之法，足以证明他的能力，但他为何要求我瞒着？启禀陛下，江少子已在殿外候宣。江家世子拿下了魁首，这江家世子什么名声早已在外。江景城告假不来上朝，怕是被气病了吧？宣。想来是本次的新科榜检和探患，这位想必便是大华圣上了。学生江小纯参见陛下。江小纯，你乃是我大华镇北侯之子，又是本次的新科状元，所以无需多礼。多谢陛下。陛下，臣方才所言，并非有意针对镇北侯府，只是科举乃国之大事，关乎天下士子之心，不可不慎。江世子平日里的名声，满京城谁人不知？若说他能高中榜首，臣实在难以心服。陛下，陈大人所言有理，科场取士乃是为朝廷选拔栋梁，若当真出了什么纰漏，寒的可不只是几个学子的心，而是天下读书人的心。臣也请陛下彻查此事。若这状元之位当真有失公允，那便该拨乱反正，不能让真正有才之人蒙尘。这个陈大人应该是个表面人物，后边附和的都是被人当枪用了，真正的背后之人，怕是还躲在暗处呢。说完了。是。臣等只是忧心科场公允。江小纯，众卿所言，你可听见了？回陛下，学生听见了。既然听见了，那你可有话要说？回陛下，学生觉得诸位大人的质疑其实很正常。学生在京城里名声不好，这一点学生自己也知道。而且学生平日里吃喝玩乐、荒唐跋扈，这些事情学生也不否认。所以外边那些学子不信，朝堂上的诸位大人不信，学生都能理解。这江小纯究竟想说什么？甚至他们骂学生这状元之位是买来的，这话学生也觉得在理。各位稍安勿躁，我只是觉得各位大人在理，取而代之，但并不苟同。在下想问诸位大人一句：若是单靠名声就对人质疑的话，那是不是若有人质疑某位大人贪，那陛下就可以派人去查抄了？若是有人质疑某位大人通敌，那陛下是不是就可以将其降罪了？这小子还真是什么都敢说呀！好家伙，这小子前边看着还规规矩矩，结果一开口就差点把整个朝堂都给架起来了。可偏偏这话还占着理。还请陛下明鉴。此言在理，名声的确并不代表一切。陈大人，你可还有话要说？陛下，臣方才所言也并非妄加揣测，此事臣有证据。这是要出牌了吗？将那秀才带上来吧。草民参见陛下。此人是谁？回陛下，此人是一个京城内的秀才。安大人，想来你应该认识此人吧？安知远，礼部侍郎，表演的还真够像。陛下，臣有罪。
何罪之有？陛下，今日既然事情已经闹到这个地步，臣实在不敢再继续遮掩下去了。是江世子，是他威胁臣，说臣若是不帮他将状元拿下，便派人暗杀臣。臣也是被逼无奈，所以才不得不帮他透题。为此，还替他找来了替笔之人，而他就是臣找的那替笔之人。江小纯，你可还有话要说？回陛下，学生冤枉啊！学生这么做，其实是一心为了陛下呀！大胆，这种话你都说得出口？你的意思是科举独臂，你还没错了？正是。哼，朕倒是想听听如何为了朕。陛下，学生有几个问题，想先问问这位替笔的秀才，不知可否？准。多谢陛下。我问你，你见过我吗？未曾。好，那我再问你，既没见过我，你为何要帮我替考？是安大人，是安大人找到草儿，让草儿替江世子下场替笔考试。安大人，刚刚你说是我让你帮我找替笔是吧？是。你还说是我威胁你，说你若不帮我将状元拿下，我便派人暗杀你，是吧？若非你的威胁，我也不会做出此等糊涂之事。好，你身为礼部侍郎，乃朝廷命官，执掌科举之事，结果却因为怕死，便敢透题，敢帮人找替笔，甚至敢将替笔之人送入考场。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，只要能让你活命，你便什么都敢卖？卖规矩，卖法度，卖科场公营，甚至是出卖朝廷。我没有，没有。那你为何因为我一句威胁就找人替笔了？无话可说了是吧？另外，替笔都能顺利入场，你这背后又收买了多少人？搜检的、验身的、巡场的、得路的、封卷的，你一个礼部侍郎，竟有本事将科场上下渗透至此？还是说你背后另有其人？这，江小纯，你少在这里转移视线！就算安之元有罪，也洗不清你买状元、找替笔之实。转移视线，不知大人官居何职？哼，礼部尚书。哦，原来是礼部尚书大人啊。那我倒是想请教陈大人了。你身为礼部尚书，应该是科举的主官，而你明知科举有问题，为何不提前上报陛下？为何不在放榜之前彻查？又为何不在科场结束后第一时间拿人？偏偏要等到榜单已发，等到满城士子聚在我侯府门前大骂，等到事情闹得天下皆知之后，才将所谓人证带上朝堂。陈大人，你知不知道，榜单已发，赌币之事传扬出去的话，丢的可不只是你们礼部的脸，而是皇家颜面。你这般做法，是想让天下百姓如何看朝廷，又让世人如何看待陛下？陛下，臣只是想将证据查实之后再奏明陛下。你没有这个意思，但你就是这么做，我看你根本没将陛下放在眼里。陛下，臣绝无此意。够了！江小纯，这么说来，你替考也是真的？回陛下，替考学生如此做，也是学生早便察觉这一次科举有问题，只是当时学生手中苦无实证，也不知礼部之中究竟是谁在暗中动手脚，所以不敢贸然打草惊蛇，因此学生才索性顺势而为，故意入局，为的是将这藏在礼部之中的害群之马亲手调出来。如今学生忠信不辱命，成功为陛下解忧。好家伙，被这么一搞，买官替笔还成正义之举了，还真他妈有些本事啊！这么说来，你找人替考，朕还要感谢你不成？为陛下分忧，乃是身为臣子应当所做之事，所以学生并不需要奖赏。学生只希望陛下将这两个蛀虫当场问斩，以儆效尤。陛下，臣等冤枉啊！陛下明鉴，臣只是被江小纯威胁，一时糊涂，绝无祸乱科堂之心啊！陛下，江小纯买官替考，人证俱在，如今他不过是死到临头，想将罪名强扣到臣等头上。江小纯，你说你以身入局，
是为朕调出科举害群之马。那朕问你，你可有明证？对了，证据。若拿不出证据，那就是胡言乱语。我倒要看你能有什么证据。回陛下，证据学生当然有。学生虽然名声在外，但这并不影响臣才华横溢。就算没有替笔，学生也照样能高中状元。若陛下不信，可当场出题。陛下，此事事关科举公允，若要考，断然不能只考诗词小道。状元者当须通经义、明正理、知民生、晓国策，否则纵然他侥幸做出1、2句诗词，也不足以证明状元之才。若你当场作答不出，便是欺君之罪，到时候江景城都保不住你。哟呵，陈大人倒是想得周到。怎么，怕我提前背好的诗词刚好能押中不成？哼，这行了，既然你要朕出题，那朕便给你一个机会。朕不考你诗词，也不考你经义文章。朕问你，咱们大华边境连年用兵，军费耗损极重，朝廷每年拨往边境的粮饷占国库支出近30%。若削减军费，边军不稳；可若继续加拨的话，国库则吃紧。若你为朝廷理财，当如何在不伤边军、不加赋税的情况下缓解国库之需？陛下，学生如今毕竟背着买官替考的嫌疑。若臣先答，答得好了，旁人说臣狡辩；答得差了，旁人说臣露馅儿，这样可好？不如先让榜远与探笔先答，学生最后再答，如此也好让满朝诸公看看学生这个状元到底买得值不值。买得值不值？这种话也敢在金銮殿上说，真够放肆的！这小子脑子如此活络，还真娘的是混文官的料子。准。回陛下，学生以为国库之困，当以节流为消庞杂，地方州府虚报损耗者，皆不在少数。若能裁撤冗费，严查亏空，缩减不急之用，再令各地重报钱粮实数，或可稍解燃眉之急。尚可，但中规中矩。回陛下，学生以为国库空虚，根在田亩不实。地方豪强兼并土地，引田逆户，朝廷册上有田3000亩，实则或有10000亩。百姓纳税，豪强避税，长此以往，国库怎能不空？学生请陛下清敛天下田亩，重造黄盾，查引田，清税瘠。不可，此策有锋芒，却也有大险。轻身田亩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地方豪强必然反扑。若处不慎，国库未丰，民乱怕是先起啊！这是学生浅薄了。江小纯，他们2人都说了，眼下也该你了。榜眼兄求稳，探花兄求狠，2位所言都有道理，只可惜一个太慢，一个太险。那你说说，何为不慢不险？学生以为，国库空虚未必是天下无才，而是财在民间，利在豪行，银在帐外，粮在路上。朝廷缺的不是剐百姓一刀，而是要把散在天下的钱变成能流进国库的钱。所以，针对此事，学生共有4策。哦，哪4策？说的好赏，说的不好罚。第一，不加田赋，改取利润。农人春种秋收，靠天吃饭。丰年未必富，灾年必先穷。咱们朝廷若向田亩多伸1寸手，便是在百姓碗里夺粮。但天下之利不止在田，盐、铁、茶、酒矿、漕运乃至典当和粮行，这些1年之力胜过10县田亩。朝廷不向穷民加赋，而向厚利取成，这叫取利归公。第二，不销军费，改军需采买。北境军费一文不可轻宣，边军少1斗粮，城头便少1分胆。但不能消边军的钱，却可以修吃边军钱的人。朝廷拨10万两到北境，账面上是10万两，可粮价一层，车马一层，仓储一层，转运一层，军需官再一层，银子真正到了士卒碗里，还剩几成？消军费是伤边军，查暗号
才是救边军。所以，学生请设军需直采，凡军粮、布甲、药材、马料由朝廷核定底价，各地商户公开投明，价低质优者中。然后再设3方验收，户部验账，兵部验物，边军验用。如此一来，不削军费，却能省出军费。妙啊，妙啊！别说这小子有点门道。第3，不征新粮，开边境互市。边境不该只是国库的吞金口，边境有马、有皮、有药材，还有铁器往来之力。若只打仗，它自然年年耗银；可若战时守，闲时市，边境便能从国库的伤口变成国库的血脉。哦，如何开？简单，择3处边城设官市，准边民商人、马商按牌入市，朝廷收市税，边军互市，所得3成归边军，7缝入国库。同时严禁私贩军械，严禁走私盐铁，违者斩。如此，边境可安，边军可养，国库亦可充。这些我们为何想不到？他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，怎么可能想得如此长远？第4，不忙查贪，先清天下账。查贪容易，查账难。杀一个贪官，最多痛快一时。可若账法不改，今日杀一个，明日还会长出10个。学生请改账法，天下昭县钱粮，皆以新式数码重造黄四。每一笔银两出自何处，入于何仓，经谁之手，损耗以何，皆须列明。账清则银清，银清则国库自丰。新式数码。回陛下，昨日我去国子监，刚好看到宋夫子大人有新的清账之法。不知是何人所创？这对方想低调行事，臣也不敢贸然将其说出。也罢，若这新的数学之法，若真可让清账高效，那便正式推广开来吧。是，陛下英明，有了这新的术数之法，想做假账的话，怕是会难上数倍不止喽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国库之困不在于没钱？正是，国库之病不在穷，而在漏。学生不敢说一策可使天下富足，但学生敢说，若堵住这些漏，陛下的国库至少不会在一边喊穷，一边养肥蛀虫。别看我说的就是你俩，你他妈！怎么，我说的有错？今日这场科举，便是一个例子。哼，朝廷设科取士，是为天下选才，可若规矩坏了，状元都可以买，那国库自然也可以被人搬空。所以臣斗胆，请陛下先查礼部，若情况属实，就将他们2人斩了吧。这样也不枉费学生冒着如此危险，以身入局啊！陛下，我等够了！哼，严查礼部，此事准了。陛下可是文官之首，此刻站出来，必然是帮我们说话的。陛下，臣有话要说。陛相有什么话，但说无妨。臣觉得姜世子有勇有谋，且以身冒险查出科举舞弊之事，不如这审查之事就交予给姜世子如何？不是，陛下不帮我也就算了，结果竟然还将我们
往死里整，这不对吧？他妈的，李相不是和江景恒那边一直不对付吗？怎么突然帮江小纯说话了？陛下，此事末将赞成，此事我等也赞成。江小纯着实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，爽了。陛下，臣也赞成。郑爱卿，你身为刑部尚书，不知什么意见？陛下，臣反对。江世子贵为新科状元，按理说该入翰林，而且查案这种事情还需要交给督察院比较好一些。首辅，你又觉得如何？陛下，我觉得郑尚书说的在理。另外，江家世子毕竟是江侯之子，而江侯手握北境兵权，若侯府之人再有了文权，多有不妥啊！首辅大人嘛，看着慈眉善目的，一句话却指点要害，此人不简单啊！难怪被皇帝列为首辅了。郑尚书，孟首辅所言在理，但我觉得此事或许不算什么。孟首辅不是有丞相了，竟然还有首辅呢？哦，李相的意思是军权和文权可以并立不成？另外，江家世子说名声不代表一切，臣认可。刚刚那4册臣也认可，但他这状元，臣并不认可。毕竟正所谓师出有名，据我了解，江家给江子谋过一些私塾先生，但这些先生都没有几天便主动辞退。陛下，据我了解，江世子已拜蓝老为师。孟首辅所说的江世子无师承之事，并不为实。林老那何等人物，竟收了江小纯为弟子？陛下，另外，臣有一件私事要说。哦，说。臣女李之薇和江世子两情相悦，还请陛下恩准，让江家少子入赘我相府。李之薇，京城第一才女，怎么可能会看上江小纯呢？还有此事呢？陛下，昨日国子监，我听闻李相的女儿不断纠缠江世子，这很多人都看到了，所以此事应该是真的。陛下，臣昨日便在国子监。此事传得沸沸扬扬，确有此事。江小纯一个纨绔，竟然被李之薇主动纠缠，这真的假的？有趣，有趣。李相，你女儿的眼光倒是不错。那此事江侯可否知晓？毕竟江小纯眼下可是江侯唯一的独子啊。陛下放心，此事3日前我们已经进行过商讨，且有蓝老亲自主持，江侯那边不敢有意见。蓝老也在场呢，而且李秉章用不敢2字。倒是有些深意啊！陛下，我觉得此事还不至于惊动您，我们私下会解决。哼，江世子，我和你父亲已经谈妥，这不是你能决定的。况且小女帮你有多深，你也应该清楚。难不成江小纯在这侃侃而谈，背后另有高人？这高人不是林老，就是李之明吧？甚至有可能是李秉章本人。若真是如此，那江小纯突然如此表现，倒也说得通了。哎，也罢，既然李相和江侯已经商谈好了，那此事朕准了。多谢陛下。郑尚书、孟首辅，如今江世子即将入赘我李府，想来2位对于江世子彻查礼部之事没有意见了吧？哈哈，那就这样定了吧。陛下且慢，学生有意见。陛下，学生毕竟人微言轻，届时怕礼部的大人这边官大一头不配合的话，我这怕是有些难做，所以还请陛下收回成命，交给督察院处理吧。哼，江小纯这话说的可怜巴巴，实则不就是帝王独有的与居高一道圣旨压人吗？江小纯听旨。学生在。你既为金科状元，按例本该入翰林。今日朕便先授你科场案钦察之职，你可调阅礼部本次科举所有卷宗、账册、名录、出入文书，凡涉案人等，无论官职高低，皆可问询。另命大理寺少卿裴慎与刑部、督察院各派1人同案协查。若有阻挠者，
以抗旨论处。大理寺、刑部、督察天同案协查，这哪里是查科举案？这是要把礼部翻个底朝天啊！学生多谢陛下。你如今已经有官职在身了，还自称学生呢？是臣口误，臣江小纯多谢陛下。好案钦察，大理寺、刑部、督察院协查，这江小纯转眼之间竟成了陛下钦点的查案之人，这反转太快了。回想李秉章的话，这其中必然另有门道啊！令江小纯与李相之女李之薇既然两情相悦，梁府长辈意已议定，那朕今日便亲自为二人做个见证，准江小纯入赘相府，与李之明缔结婚约。待科场舞弊一案查明之后，由太常寺择吉日行婚仪。至于礼部，眼下自身尚且不清，便不必插手此事了。堂堂礼部，连婚事都不让碰了，这脸丢到家了，他压根就配不上李之薇。好家伙，这是一点反悔的机会都不给我留啊！此婚约既由朕亲口准下，自今日起便录入宗册文档。江小纯入赘之后，将不再承镇北侯府世子之位。未来镇北侯府爵位承袭，北境兵权归属，皆另由朝廷定夺。镇北侯府，这下怕是要后继无人了。我明白了，陛下为何答应得如此爽快。江小纯入赘，朝廷便拿到了镇北侯府未来兵权的主动权。今日这朝堂之上，所有人好像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，唯独我礼部成了弃子。好了，这次的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朕都很满意。何德，让本次武举前3名入殿吧。是。宣武举前3名觐见。文武护士，刚刚国库议题被江小纯压了一头，说待会儿不能找回颜面，我们这榜眼探后就彻底成了陪衬。好家伙，这不是唐青霜吗？他走在最前边，不会是武状元吧？完了，连沁柔笔记提到文武护士，唐青霜昨晚那态度，这要是落到他手里，不得整死我！贤婿，你护甲穿上了吗？只能想着武举3人的提别太为难人了，不然江小纯这身子骨能扛得住吗？臣女唐凝霜参见陛下。草民秦兆业参见陛下。草民陆晨山参见陛下。平身。谢陛下。女子。回陛下，臣女唐凝霜。唐。陛下，这是末将小女，让陛下见笑了。呵呵，唐家不愧是将门，竟连女儿都有这般气好。陛下过奖了。你们3人中魁首是哪一位？回陛下，臣女不才，侥幸拿下5科状元。果然，还真是她。这女人能拿下5状元，足以见到其武道深厚。不错，能在武举之中夺魁，可不是侥幸2字便能说过去的。朕听闻本次武举教场之上，有人马战、武战、弓射皆为第一，想来便是你了。正是臣女。好，身为女子能有如此勇武，着实不易。当然，你2人能入武举前3，同样不俗。谢陛下。既然文举前3与武举前皆在，那便依例行文武护士吧。来了，还真躲不过去啊！方才国库之策，我们被江小纯压了一头，可如今考的不是诗文，而是胆气，看你待会儿还能不能从容。一个靠买来的名头站在金銮殿上的人，哪怕能说会道，又能如何？若这种人也能成为状元，那对于天下寒窗苦读之士子而言，才是真正的不公。坏了，这丫头该不会真准备下狠手吧？完了，这丫头倔脾气上来了，接下来我怕是要想一想如何给江景城道歉了。江世子，还请出列吧。不是，还来真的呀！可是眼下不能退，
若是怂了，往后怕是真要成了笑话。唐姑娘，不知你准备如何出题？哦，简单。接下来我会向江世子出招，江世子只需在原地坚持半刻，不退不躲，便算过关。啊！等等，我有话要说。如何？真让这女人出手，我今天就算不死，也得丢半条命。更何况我还没穿护甲。唐姑娘，你这说来说去，不就是试胆吗？我这里倒是有一个更好的主意，就怕你不敢。哦，什么主意？说来听听。很简单，既然是文武护士，那便别1对1了。咱们6人同事如何？一局定胜负。陈斗胆，请陛下让人备6只铜盘、6枚铜令，些许火油，再取纸片若干。咱们以铜盘为粮仓，纸片为粮草，火油为底火，铜令为军令。我们6人同时施为，看谁能最快从火中取出军令，且不毁粮草，不翻粮仓，便算胜。另外有一条，不准以内力外放。若不准用内力，那还算比试？当然算。战场之上，不是每一次都能靠蛮力破局。若敌人烧的是粮仓，唐姑娘一掌震过去，火是灭了，可粮也散，那不叫救粮，那叫帮敌人省事。所以，我这不只是胆，还是眼力心定以及临场判断。不愧是我的好女婿，反应能力就是快。有趣，那便依你了。冲水队。规则很简单，不可用内力震火，不可打翻铜盘，不可毁掉粮草。谁先取令，谁胜。若粮草被毁，哪怕取出铜令，也算败。诸位可敢试？哼，有何不敢？准备开始吧！这根本拿不出来。你拿不出来，不代表别人不行。哼！我只慢了半些，可就是这半些，我输了。江小纯，你方才为何不用茶水泼火？回陛下，有火伏水，泼水只会让火走得更快，而火要吃风，断了它的风，它自然活不久。战场之上亦是如此，火起粮仓不可乱，乱泼水火会散，乱用力粮会毁。只有先断火势，再取军令，才能保人不伤，且粮不亡。唐姑娘刚才也看出来了，所以才用茶盏压火。只是可惜，比我慢了一点。哼，江大人这不叫勇啊，这不过是取巧罢了。取巧？此言差矣。战场上能活下来的取巧，通常叫谋略。硬冲火阵的人死了叫英勇，带人绕开火阵还能保住粮草的人，那才叫将才。不得不说，这家伙倒是还真有点东西啊。好，这一局倒真有几分文武护士的意思。呵呵，江小纯不愧是本次文魁状元，用小小之物便换作火局粮草，着实巧思妙想。臣多谢陛下夸赞。这一局是我等输了。堂堂武状元当众认输，这份气度倒是不错。唐姑娘不必介怀，你输的不丢人，毕竟输给我这种才华横溢之人，也算情理之中。这家伙真是臭得意。今日这文武护士倒是比往年有趣的多。好了，文武护士到此为止。郭瞻，学生在。你为荆轲榜样，文章稳重，策论老成，受翰林院编修。学生谢陛下隆恩。钟玉，学生在。你虽锋芒稍盛，但才气不减，受翰林院检讨吧，日后多磨一磨性子。学生谨记陛下教诲。至于江小纯，臣在。你如今暂领科场按钦察之职，翰林之职的话，待此案查明之后，再行定夺吧。臣遵旨。反正眼下最重要的本来也不是入翰林县，而是查礼部。或许我能够从礼部揪出想要的更多线索，看看这二人背后到底是谁，又或者……唐宁霜、秦兆业，
陆晨山，你3人能入武举前3，皆有勇勇。按例，武举前3可入禁军或镇营司进行历练。禁军守卫皇城，镇营司内高手如云，都是历练的好去处。陛下，臣女有一请。哦，说。臣女不愿入禁军或镇营司。这丫头果然来了。那你想去哪儿？臣女想直接参军，真正的军中，不是守在皇城之内，而是去边关、去战场、去能杀敌之处。我太了解自家女儿，她今日既然敢当殿开口，那便早已想好了。你可知边军的不同？禁军也好，镇营司也好，虽说也辛苦，但终究在京中。而边关之地，风沙苦寒，刀兵无眼。你若去了那里，便不会再有人因你是唐将军之女，处处护着你。臣女知道，正因如此，臣女才想去。此事朕会斟酌。谢陛下。陛下，草民也有一请。你也有想去之处？是，草民愿前往北境参军，以手中长枪替大华守边。北境可是我们镇北侯府经营多年的地方，也是老爹手中兵权所在之地。我刚被摘出继承县，他这5榜第2便请命去北境，这时间点未免太巧了些。秦兆业，你为何偏要去北境？回陛下，北境战士最多，也最能磨人。草民从小习武，拜在名师门下，所以不愿在京中操土。眼下只愿去最险之地，立军功，杀敌寇。越是漂亮的话越要小心，有些人的刀往往就藏在漂亮话里。你呢？回陛下，草民没那么多想法，陛下让草民去哪儿，草民便去哪儿，只要能吃饱饭就行。倒是个实诚人。唐宁霜想入边军，秦兆业想去北境，陆晨山听从安排。好，此事朕记下了。不过武举受任并非儿戏，这样吧，容朕考虑考虑，再行定夺吧。谢陛下。看来这朝堂上的水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深。行了，今日就到这儿，退朝吧。退朝，恭送陛下。对了，孟首府、李相，你们2人跟朕去御书房。臣遵旨。臣遵旨。总算结束了，这一早上简直比打一仗还累。抱歉，我非无意之举，非无意之举。这么大个人看不出来，故意撞我是吧？无妨，秦兄也是不小心而已。哟，抱歉，我也不是故意的。你怎么，你还想动手不成？来，你倒是动个试试。怎么，你是想死了？昂奎可是大华军中悍将，现在惹不起，唐将军误会了。等等，别误，我这一巴掌是故意的，本世子就是纯粹的想抽你。现在你可以滚了。贤侄，刚刚干得漂亮！哼，他什么身份，也敢在这里造次？真当自己进了5榜前3便天下无敌了？不愧是姜老哥的儿子，嘴上功夫了得，这胆识也不错。唐叔叔过奖了。走，你父亲今日没来，我送你回去。好，那就多谢唐叔叔了。不过我去相府。好说好说。父亲，女儿不想和他同车。哎，唐叔叔，既然唐姐姐都这么说了，那咱们就别带她了，快走。我刚刚那句话的意思表达的不够清楚吗？这江小纯到底是真听不懂，还是故意听不懂？江小纯，等等，外边可是江家世子。这凤辇中的是何人？听声音还挺年轻，且这说话柔柔的，还倍儿好听啊！小纯，这是长公主的凤辇。嗯，长公主，大哥密信里特意提醒小心长公主，她竟然主动找上我。臣江小纯参见长公主，不知长公主有何吩咐？哦，也没什么事情，只是听闻江世子今日得了文魁状元，
又在朝堂之上大放异彩，所以特意停下道一声恭喜罢了。堂堂长公主停下凤辇就为了道喜，骗鬼呢！长公主谬赞了，臣不过侥幸罢了。侥幸？江世子若只是侥幸，那今日朝堂之上怕是就没有几个不侥幸的人了。江世子，有机会的话，来我宫中坐坐。本宫倒是很想亲眼看看，能让李将与蓝老都另眼相待的江家世子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。走吧。是。这女人的消息太快了，李相和连老的事她都知道，这妖精绝对不简单。小纯，你和长公主认识？完全不熟。那倒是有意思了。长公主此人向来不惜与外臣往来，尤其像你这种刚刚出头的新科状元，她竟会主动挺辇相邀，确实有些奇怪啊。唐叔叔，这位长公主是不是不太简单？不简单，非常不简单。当年先帝在时，算了，说这些就远了。总之，你记住一句话：这京城之中能不招惹她，最好就不要招惹。对了，唐叔叔，她多大年纪？长公主应该比我家宁霜年长3岁吧？那就是说比我大5岁了，还挺年轻的呀。那她长得如何？我听说她是咱们京城第一美人。这位长公主可不是京城第一美人，是大化第一美人。你自己说呢？大化第一美人，那得多美？你小子，我刚让你别招惹她，你就只听进去了美不美是吧？唐叔叔误会了，我只是单纯觉得了解敌人要从各个方面入手，长相自然也是情报的一部分。无耻贼子！唐姑娘，你这就不懂了，我这叫谨慎。毕竟美人计这种东西，向来让人防不胜防。我若提前知道她有多美，心里也好有个准备，免得着了她的道。你还怕美人计？怕啊！我这人别的还好，就是心地善良，容易心软，尤其见不得美人受委屈。行了行了，少贫嘴。走，先出宫，有些话路上再说。小纯啊，你这次虽然拿到了文科状元，但买官之事眼下已经闹得天下学子共愤。哪怕陛下今日认了你这个状元，可外边那些学子怕是未必会认。此事你准备如何解决？不急，放心吧，用不了多久，我会让天下学子都敬仰我的。一个靠买官得来的状元，还想让天下学子敬仰？江世子，您这话未免太可笑了些。唐姐姐，你是不是对我有偏见呀？是。唐叔叔，长公主的事情你再多说说吧，我想听听先帝当年究竟怎么了。长公主的事情知道的人不算多，但当年在朝中待得久一些的老臣大概都听过一些，包括你父亲。先帝当年其实有意让长公主继承大统。让长公主继承大统？那时候长公主多大？也就13吧。13岁就有资格继承大统，这长公主太不简单了。那时候的长公主便已经展露出了极惊人的聪慧。先帝在政事上遇到一些棘手之处，有时照朝臣议了许久，也未必能有结果。可长公主听了之后，却往往能一语点破关键。几次下来，先帝对她极为看重。后来先帝病重，曾有心传位于长公主，而且先帝也确实这样做了。那为何如今坐在皇位上的是陛下？因为最后是长公主自己让了，让给了现在的陛下。至于为何让，其实也不难推测。毕竟大华从未有过女子称帝，朝臣不会答应，宗室也不会答应。若长公主真坐上那个位置，天下怕是立刻就要乱。只怕没那么简单。13岁能被先帝看中，真会因为朝臣反对就主动让位？或许当年他若不让，就活不到今日了。看来这位长公主，怕是比传闻里更聪明。这倒是真的，所以我才提醒你，能不招惹她，最好不要招惹。长公主若想对付你，凭你这点小聪明，未必够看的。唐叔叔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
将军，相府到了。唐叔叔，那你们慢走，我先进相府了。去吧，今日你得罪的人不少，自己多长几个心眼儿。彻查礼部的事情，你可以问问李相，然后再下决定。放心吧，唐叔叔，我会斟酌的。毕竟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惜命。父亲，我想不通，陛下为何会给他如此大的权力呢？很简单，因为他的入赘相府等同于镇北侯府未来的兵权会回归皇室。若是不给一些甜头，说不过去。而且这还是李相请下来的，陛下顺水推舟，实属正常。可李姑娘此等才女，又怎么会看上他呢？这事儿啊，你问我，我还真说不好。不过李秉章那老狐狸可不是会吃亏的人，他既然愿意让江小纯入赘相府，说明这小子身上一定有他看中的东西。可他如此轻浮，又惯会胡言乱语，这种人……行了，你也别老盯着人家的毛病看。说起来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什么时候也给为父寻个女婿回来？父亲，你若不好意思说也成。你告诉为父，你喜欢什么样的，为父帮你盯着点儿。哦，什么样的都可以，但绝对不能是江小纯这种的。哼！我还以为多少会被拦上一浪，看来李秉章已经提前交代过了，否则这相府哪里说进就能进？真不愧是相府，格调可比我们侯府好多了。姑娘，你好，我叫江小纯，过来找你们家小姐，不知你家小姐住处在哪边？江世子，世子大人往前走，等过了院门，再沿着右侧长过去，便是小姐的院子了。多谢。不在。这不是江世子吗？哦，原来是你。江世子，奴婢叫青衣，您唤我小衣就好。世子大人，您怎么过来了？是来找我们家小姐的吗？是，李姑娘不在吗？哦，小姐一个时辰前便出门了，现在还未回来呢。出门了？是呢，小姐走得挺急的，也没说具体什么时辰回来。世子大人是有什么事情吗？哦，倒是没别的，就是过来看看。那我在此暂且等等，可以吗？眼下距离正午也不远，李知微应该会回来吧？江世子说笑了，您可是我们相府未来的姑爷，哪里有什么介不介意的？江世子和传闻中的纨绔完全不一样，识才惊人，说话风趣，长得也一表人才，倒也算是和小姐相配。我这还不是呢。迟早的事儿嘛。请进。世子先去小姐房内歇着吧，奴婢让人备些茶点过来。世子若有什么吩咐，直接换人便是。好，那多谢了。世子客气了。这毕竟是李知微的闺房，直接进去多少有些不妥。可人家丫鬟都让我进去了，我站在门口干等，反倒显得矫情。这画的不会是我吧？偷看女子笔墨，多少有些不太君子。虽说我也不是什么君子，但这种时候还是稍微装一下比较好。威尔，快跟我走，出大事了！此人竟然直接闯入李知微的房间，
这情况不太对劲啊！你是谁？你又是谁？本少乃知微堂兄李行行，也是相府青楼现任的主事。堂兄李行行，不过青楼这又是几个意思？你又是哪位？哦，镇北侯府江小纯。江小纯，你就是本次的新科状元？没错，正是本世子。好啊！好，你小子竟然还敢来我们相府！我看你是讨打！且慢，咱俩好像不认识吧？而且，你打我总得有个原因吧？此人这脾气，怎么感觉比唐青霜还冲？原因？好，我问你，你这状元是不是买的？是。你承认便好。我再问你，你是不是用了什么阴谋诡计，蒙骗了我家妹子？这就没有了。我这个人向来坦荡，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？江小纯，你少在这里装模作样。你知不知道，我们相府青楼已经被学子彻底堵了门？他们请求我伯父让圣上免了你的状元之位。除此之外，也不知道从哪儿传出来的话，说我家妹子看上了你，还非你不嫁。事情皆因你而起，你还敢说自己清白？好家伙，国子监的事情这么快就发酵出来了，昨天才闹出来的动静，今天就已经传得满城风雨了。你还笑？你知不知道青楼现在已经乱成什么样了？等等，你先别急着骂，我冒昧问一句，这青楼之地到底是做什么的？你不知道？哼，也难怪你一个买官之人不知道青楼，倒也正常。不，我知道，但我理解的可能与你说的有些偏差，要不你解释一下？哼，青楼乃是我唐伯父早年为寒门学子所设，一些寒门士子，包括上京赶考之人，求学不易，吃住笔墨，样样都要银钱。伯父见他们不易，便设下青楼。平日里，寒门孩子可在其中读书论策，也可吃上一顿热饭。若遇真正有才而家境贫苦者，青楼还会供给纸墨，甚至偶尔还会引荐名师前往青楼授课。这些年下来，青楼虽非官属，却在京中士林颇有声望。许多寒门学子入京之后，第一件事便是前往青楼。原来如此，是我想歪了。李秉章这格局确实不小，难怪那些学子敢堵在青楼。所以，眼下那些学子是想借青楼让李相表态。不错，他们觉得你买官得状元，辱没了天下读书人的脸面。而我伯父身为当朝相爷，又素来照拂寒门师子，自然该替天下学子说话。尤其现在还传出知微看上你的事情，那些学子更是群情激愤，说什么？说我相府为了攀附镇北侯府兵权，连第一宰女的名声都不要了。不对，这话不对。现阶段骂的人应该主要是我。攀附兵权这种话若没人煽动，不可能传出来。刚刚朝堂才结束，外边就已经烧起来了。若说没人推波助澜，鬼都不信。哼，怎么现在知道怕了？怕倒是不怕，只是觉得有些人太过着急了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既然青楼之事因我而起，那本世子可要亲自去看看。你去？当然。你刚刚不是也说了吗？事情因我而起，那就让我跟你走一趟。江小川，我可提醒你，眼下这些学子现在恨不得将你这个买官状元之人生扒了。你若去了，被人指着鼻子骂，甚至被人丢菜叶鸡蛋，可别怪我没提前告诉你。菜叶鸡蛋不错，正好我早上没吃饱。啊，这人有病吧？谁家正常人听到自己要被砸鸡蛋，还能这么淡定？
青楼在哪呢？前面就是青楼了。请李相出来！哼，科场不公，天下学子不服啊！买官得了状元，此乃朝廷之耻。李相大人素来照拂我等学子，今日岂能坐视不理？这阵仗比早上侯府门口还大，有组织，有口号，这味儿明显不对。背后没人推动，我万万不信。江小纯，我可是提醒过你了，今日来青楼的学子非常多。你若是一会儿被丢东西，甚至被揍了，可别怪我没有提前告知你。不，我就怪你。这家伙不应该回一句“放心吧，不怪你”吗？你这么说，我可不带你进去了。无妨，我自己过去。你江世子，我错了，你快回去喝茶吧，就当咱俩没见过，行吗？认错就行。你，本世子心里有数。你最好真有数。罢黜状元！各位，各位，不是，这就喊上了，不先商量一下吗？各位，江小纯在此。江小纯喊的话，为何全都看我？好你个李志行，原来你他妈就是江小纯啊！这帮学子这么激愤，结果连我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这就开砸，多少有点草率吧？放肆！我不是江小纯，他才是。反应还挺快。诸位先别急着砸，这鸡蛋可是无辜的。诸位今日汇聚青楼，想来不是为了丢几个鸡蛋，想让李相上奏废我状元之名，更想讨一个公道，对吧？哼，你既然知道，那还敢来？这有何不敢？而且诸位骂我买官之事，我也认。他承认了，江小纯承认买官，这也配做状元？这家伙疯了吗？这种时候怎么还真认了？没错，状元的确是买的，而且实话告诉你，本世子这次过来是为了让你们彻底给我闭嘴的。让我们闭嘴是吧？你就走出青楼。急什么？你们不就是想让我去了这状元之名吗？好啊，我可以答应你们。新科状元之名是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东西，陛下已经亲口认下，他竟然说不要就不要。不过，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来，小李子，快给我准备纸笔。啊什么？你这青楼不会连纸笔都没有吧？自然有。这个买官得来的状元到底想做什么？难不成要当众写请罪书，还是写奏折自请废去状元之名？去，挂上去。他到底写了什么？打开。来啊，你们不是都挺有学问吗？这两个对子，你们若是对得上，本世子今日便当众写折子，亲自请陛下免去我的状元之名。对不上的话，从今天起就个个给我闭嘴！两个对子就想拦住我们，是不是羞辱人吗？感受一下前世中华5000年的恐怖力量吧。这两个可都是千古绝对，更狠的我还没拿出来呢。不是，这家伙不是不学无术吗？这两个对子太难了，江小纯这脑子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？一个靠买官得来状元之名的纨绔，能随手写出这种对子？怎么，一个个的这就哑巴了？
刚才那群情激弄的劲儿呢？这就没了？我看你们个个都忘了青楼的含义。这里是李相为天下寒门学子所设，是给那些吃不上热乎饭却仍想读书的人一个落脚之地，是给那些想让自己学问更上一层楼的人准备的地方。你们呢？鸡蛋说扔就扔，蔬菜说砸就砸。怎么，青楼管你们饭，是让你们吃饱了撑的，来浪费粮食的？江小纯，你少在这里避重就轻。你一个买状元的人，你还有理了？不错，你买状元本就是事实。我们就算浪费了些知识，也比不上你坏了科场公正。此人不对劲。我买状元怎么了？有本事你们也买啊！无耻！江小纯，你怎敢说出这种话？买官独臂，竟还能如此理直气壮！天下读书人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！疯了！江小纯一定是疯了。这种时候不安抚，反而还火上浇油。叫！继续叫！我问你们，你们有我这出身吗？你们有我这家世吗？你们有我英俊吗？不是，这最后一句是重点吗？都没有，对吧？既然都没有，那你们能靠什么？靠怨天尤人？靠堵门叫骂？靠扔几个鸡蛋，丢几片菜叶？你们能靠的只有努力。有这时间，好好读书；有这怒气，好好往上爬。有能力的话，等你们入朝为官，等你们站得比我更高，再亲手把我这种不学无术之人狠狠打压下来，那才叫本事。我买了个状元，就让你们寒心了，可笑！我看你们不是寒心，你们是想给自己不上进，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。今日堵在青楼，真的只是为了公道吗？这家伙竟然真把场面压住了，不是靠侯府权势，也不是靠相府名头，是靠一张嘴，骂得满楼学子抬不起头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怎么？你问我名字做什么？我刚刚不就是说了一句实话吗？怎么，你还想打我不成？打你？你怎么知道？去，把这个人给我押了。押了？当着这么多学子的面直接拿人，是不是太过了？若被扣上以势压人的帽子，事情怕是更加难以收场。江世子，这不太合适吧？他就算有些问题，但这里毕竟是青楼，当着这么多学子的面压人，若传出去，哼，传出去又如何？青楼原本是读书交流之地，是给寒门学子吃饭读书，让他们更上一层楼的地方。可如今呢，被某些人带动成了讨伐之地，在这里浪费粮食，污蔑相府，煽动学子。哼，怎么，青楼还要继续供着这种人？若此人真是被人安排过来的，那他今日闹的就不只是江小纯，还有青楼，
甚至是相府。拿下！放开我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江小纯，你买状元在先，如今还想堵住悠悠众口，你这般行径，天理难容！江小纯是真臭啊！怎么？你们是不是都觉得我过分？哼！本世子告诉你们，我乃镇北侯府世子，未来相府的姑爷。你们敢在这里骂我，我就敢砸你们的饭碗！不是，这话也能当众说？条件，本世子已经给你们了。这2副田子，只要你们能对上来，我便主动去请陛下免去我状元之名。你们行吗？行吗？不行了，又在这里唧唧歪歪。学子，学子，我看你们个个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。讲道理，对一群已经被煽动起来的人讲道理，根本没用。他们听不进去，那就先打疼，再让他们听。另外，本世子再告诉你们一件事：今日朝堂之上，陛下已经许我钦察之职，彻查科举赌弊。一个买状元的人，竟然成了查科举舞弊的人，这听上去多少有些荒谬。你们是不是以为接下来本世子会向你们保证什么？抱歉，本世子没有那么高尚，我只是想告诉你们，我这个买状元的，现在随时可以借着科举舞弊之名将你们一个个抓进去。现在说吧，谁派你来这里闹事的？没人派我，我只是看不惯你买状元，看不惯你玷污诗林。我再问一遍，谁派你来的？我说了，没人。哼，好，送去大牢，就说此人涉嫌科场舞弊案，煽动士林，污蔑相府，背后已有同党，让大理寺、刑部、督察院一起审。若审不出来，那就慢慢审。我说。